因为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比较快。那个策划是身体要用，佛性都不要用。所以佛性里面啊，不要有过去，不要有未来，不要有现在。三世都没有，三世就摄受不住，就不用六道轮回。那我们三世都有，三都有，就一定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一定存在。这个分别心，有分别心就是有高低，有高低就是有生灭，有生灭就变化无常。要六道轮回就一定要进入六道轮回。我们三心没了，四相也没了，所有分别心也都没了，所有要轮回的种子都消失了。要不要呢？生在凡尘就不用了。那不生在凡尘会不会受苦咱拢是落地人生，才会受苦，所以你不在凡尘出生就不用受苦，也没有烦恼，是已经回到佛的本位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对整个努力的方向，以及整个内容，都开列的能够了解。那了解以后，我们怎么做呢？自己心中才有主张，对不对？按行了个经历真理一了解了以后，我们站在真理，站在那个永远都不变的这上面，然后来应对凡尘万变的万象跟。那这些都是小事都是凡尘事，都是尘垢，凡尘的污垢。我们不沾了佛性就清净，清净不生不灭实相就呈现。那呈现我们实相生活就像天堂，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这个阿难在释迦牟尼佛说我都没有努力一下子突破此因未敢认为本源心地，然后请佛说这是那是我的本源心地，那不是外物。然后佛才讲说呢，外物它都有一个本因，那都可以还。那我们的本源心地那个实相不用还，没有地方可以还，没有人可以还，那个就我们自己，咱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用还，再怎么久都不用还，千千万万年都不用还，而且它不但不用还，而且不生，因为不生，所以也不灭，都永远存在，可是都不认识。那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解了以后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呢，还息还数在。讲遐记都袂记的顶礼拜才讲空。如果原来大家讲你住较远啦，你若要转去，赶紧住转去。所以要了解那个了就是彻底的知道真理，然后我们已经呢记录真理世界，已经都实现。在生活之中，这叫了。了即业障本来空，你透彻了解已经到实相，到一真法界，到真如所以就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哪有业障？业障的来源
就是从分别心产生。我们有分别心才造业，造了业才要受苦。那既然都分别心没有，业不造，所以业障没有，所以了解业障本来空，本来就空了，这样知道意思吗？那我们呢未了，就是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真理，未了，还息还是在，还息还是在，还需要来还我们所造的那一些业障，所造的业不管是好不管是坏都要还，太海啦，好事的话有福报，坏事的话很坎坷受罪也要去还掉，所以为了还需还数债，你了解意思不？要不要了所以就要努力朝真理的方向呢努力前进。真理只有一个没有对待的，那我从绝对的真理进入，就是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实相。这样对实相了解了吗？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老子说一生灭所珍藏，珍藏就是实相，真不假，那形象都是假啦，哪会真？没有形象才会真啦，没有形象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那个觉性那个觉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也没有形象那个就是最妙的妙法，我们的觉就是妙法，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只要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没有不觉的时候，不觉就是无明，无明才会起惑起心动念迷惑，迷惑会造业所以我们一了解真理迷惑就消失了，不迷惑。所以或者都鼓励有疑一定要问疑才会消失怀疑成不了佛的，所以有怀疑我们就没有力道修就不会踏实，所以不能有怀疑不管再小疑问都要问那个怀疑消失。大疑就大问，会得到大的答复，小疑就小问，有得到小的答复，都要让怀疑消失所以一定要问，不用怕人家笑我们会不会怕人家笑真的敢问就不怕人家笑了他就是要了解真理。所以呢我就讲说这个种种差别都会还你那个本因。那呢我们能够见到呢种种不同的相，那个见性是一那个呢不用还，那不用还呢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个实相。所以以下呢那个佛就讲则诸心本妙明净我们的那个心这个地方的心就是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则诸汝心那个本它是连贯下来。假如说不简单说的话，应该是说本妙本明本净，你看有意思不他把连起来就变成本妙明净，有看出来不不简单讲它就变成四个了，一个本妙，一个本明，一个本净
有无？看有无？有吼。然后呢，本妙明净啊，它是把那个本连贯下来，就不每个字啊前面加一个本。那意思啊，它是本妙，本来很奥妙。佛性本体啊，本来很奥妙。然后本明，不是说我们这个习了以后才光明的，它本来很光明。净，清净啊，也是一样，不用修持啊，清净。所以本妙、本明、本净。汝智呢，迷闷。佛跟阿难讲，你自己迷昧了，然后沉闷，就是头脑呢不清醒，汝智呢迷闷，丧本受轮，丧失根本，把我们那个本妙、本明、本净丧失掉了，然后接受六道轮回，人逆在苦海。所以上本受轮，那么于生死中常被飘溺。在生死之中，我们呢，在凡尘这个落入现象一出生了，然后就一定呢慢慢走到死亡，生死。那我们在生死之中呢，被这个六道轮回一直轮转不停，然后接受这个苦海的那个浮尘，飘溺就是浮尘，扑咧顶咧扑咧顶咧，都是受苦了。纵然非常有钱，非常有社会地位，一样是受苦了。接受天地的煎熬，天气热咱都要接受热。天气冷就要接受冷，对不对？假如说零下50几度要不要接受？还是要死翘翘嘛，爱忍受，有没有？那个前不久那个报纸不是登北欧国家零下几度，已经很多人死掉了，有没有？那个日本也零下20几度他们是拢爱去乘风，那个下雪把那个门都堵住了，要去铲雪，门就没开人会湿湿的来底，所以要把雪那个铲开。我们倒不用做这个工作我们环境很理想，对不对？这个四季如春。可是我们生活在台湾，有没有感觉说我们很幸福？有啊，不埋怨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好就要更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环境一下来了，我们都是要接受煎熬。所以我们可以离开所有的现象，回归呢到我们本位。到本位的时候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性都在，都了了分明。然后呢，我们觉性有一个安住的地方。各位浅显，我们觉性安住在哪里？无采阮的加拍拼的功能以外，唔知影讲佛心要安住点度，不是在无极天吗？无极天伫倒就在当下啦，知道吗？咱当下是无极天我们都安住唔免来嘛免去无来无去无代志，有代志无？拢无代志所以我们就知道无来无去，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以没有来也没有去，叫做常住不迁，不用搬家了，
唔免搬来搬去，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有体会不？我们佛性就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或者都讲我们听那个《金刚经》啊，它最好的8个字啊，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虽然是到31分的时候才讲，可是那个就是结晶语啊。《金刚经》的最好的8个字啊，就是那8个字。有没有听出来？我拢无听还是有听的，无听到遐，无了解到遐。有啦，都有听啊，没有到，没有听到，是有听没有到，有听呢，没有前就，所以那个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是在讲佛性本体，就是在讲实相，就是在讲一真法界，就是在讲真如。那个最高程度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已经当下现成不是讲来修才搞我们当下现在就已经如如不动，不取相，知道吗？这些麦回打开了，我想看卖，讲是不是如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要体会，文字是文字啦，它的意思啊，不在文字表面，拢在文字的背面，文字的深层意思。所以看经典啊，不是咧看遐文字，是咧看内的义理，伊的真理伫倒位，他都会讲。那我们要深了解，尤其或者不是时常讲吗？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那我们都会想如来的释迦牟尼佛，对啊，释迦牟尼佛都不跟世人在争世人跟他争，甚至要用毒药把他害死啊，我们都会想到那边去的，对。不知道说那个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我们自己自己佛性本体都不跟世间共争。那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世，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间。那我们的佛性本体不跟时间不跟空间争，可空间跟时间都跟佛性本体在争，这样懂意思吗？你看那个文理是不是拢有？所以我们看就是要看进入真理，不是要看字表面文字表面的话这个肉与色这个求我以因声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们又想到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也是在讲我们本体佛性本体，不能用形象来看本体，不能用因来求本体。你要说用形象用因声，已经错了，是人行邪道。邪是不正你用不正的道来求佛性见不到的，见不到佛性所以那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讲我们的佛性，是不是不一样？所以看经典就是要进入真理，不是看文字表面文字表面的话有时候都错误了。
体会错误的话，对我们帮助就很小。像那个我们在念心经我们都会错觉，心经上对282年上简单，其实最深就是心经。开始观自在菩萨，所有解说都观世音菩萨。那老千师长讲观世音菩萨跟你什么关系？你一直念他，一直念他，就会成观世音菩萨。所以那个观自在菩萨是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他有10个自在有没有看？10个看看我们有几个，或许把它念出来。一个命自在，就是我们的寿命可以长可以短，可以自由自在。第二个心自在，我们的心自由自在，没有被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影响，自由自在。第3个财自在，这个最好的啦，没有几都有几财自在。我们有没有还来谈家无所以自在这财自在还真的是不容易那个累世他都有布施，所以现在要用就有我们要了解到修道人都讲贫道贫都，有没有？很贫穷道了，他本身没有钱，可是他要布施给众生他钱很多从哪里来？从他的知识来，从他的认知来，他就会知道说这个地下就是有金仔，我们就不知道，他就知道。要布施，布出来就有一角这大角，现在真贵了布一角就用了袂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就是他累世都有修集他要用我都拢去到坑伫大地大地要就有底下乌的都有，伫你厝角内底啦，你乌看下，内底有金仔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财自在。然后呢，业自在，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业力业自由自在。可是我们假如说是业自在的话，我转为杂罪，对不？可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自在，那个业自在，身口意都是利益众生，自由自在。然后第5个圣洁自在。圣洁就是我们对戒，对这个戒就是完全能够认可肯定，不能够怀疑，不能够犹豫不决。你犹豫不决跟怀疑，圣洁都没起来。圣洁正洁知道吗？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圣洁就是你能够进入这一个形象，这一个问题的核心，它的那个最殊胜在哪里？那个圣洁，了解不？圣洁自在这个第1个。然后第6个呢就是神通自在。这个导师喜欢也当神通神通自在然后呢第7个生自在。你若想讲我出去做下小白兔就可以出生小白兔，那个出生自在你要出去做啥拢会当做啥生自在。然后第8个那个华自在。那个华华自在就是法王，就是佛啦。
法王子的是菩萨，所以那法自在，然后那个我们的智慧，智慧自在，智慧啊，各位智慧有没有自在？要用啊，看到这个代志让它解决，你看到就会晓，那个叫做这个智慧自在。所以那个观自在啊，我们有几个，大概最希望就是财自在啊。那个命自在啊，不自在倒是还无所谓啊，命长啊地要紧，财自在最好，要用钱又有钱，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经的观自在菩萨是回光返照。我们自己佛性的全体大用，都能够让它发挥，那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心经是最深，不是很浅我们都以为很上浅，其实很上深，他把那个般若妙智慧般若很深的那个佛性出来的妙智慧用260个字来解说，各位有听过吗？心经有人不是在听不是嘛在背对不？260个字可是对意思呢就没有很透彻了解，没有说深入的去了解它的含义所以我们能够那个念的时候不是底下有个弦嘛是念弦呢还是念恨？老天说你来练弦，表示说你拢也没在做啦，念恨就是已经做了有功夫了，念行呢还是念恨？恨深还是行深？所以有差别然后那个深就是功夫深时间久可是我们现在讲那个不是讲心经，我们回来讲这个生死中呢常被飘溺，那么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这个如来很怜悯厄难叫可怜众生拢安尼迷糊啊拢唔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真理要追求，我们才能够得到法财，那法财能够呢充满我们才能够呢脱离这个凡尘的苦海，才可以超越所有的尘垢。那么阿难言：我虽是此见性无还，因何得知是我真性？这个阿难呢，他就讲，我虽然认识这一个见性不用还，是我本身的东西不用还。那云何得知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知道是我的真性？不是别人的，是我的。所以这个是十方显见的那个第6个显见不杂。或许有特地把那个十方显见全部都把它这个记载在一起。说第一个这个显见是心，第二个就是显见不动，如如不动。第三个呢就显见不昧。虽然我们身体有生灭我们的见性它不会消失不昧。第4个呢就显见不失，就是我们手臂不管
指上面还是指下面？哦，虽然颠倒，可是它呢都不失掉。哦，第五个显见无还，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要还。第六个呢，就是显见不杂，不掺杂它能够呢是独一无二不跟别的来掺杂在一起，像那个杂货店东西卖东西很多。那么第七个显见无碍，没有障碍。不会被外面形象障碍。第八个呢，显见不分那个见不分别。第九个显见呢超情，超越凡情。第10个显见离见。所以第10个就是最深的地方他呢自己本身都离了显见离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说：吾今问汝，汝今未得无漏清净。所以那个无漏，到达无漏就已经就是成佛了。所以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呢还没有得到无漏清净，然后成佛神力见你出禅，就是成受佛那个神力已经呢修到那个出禅的那个程度，那么得无障碍，出禅已经可以没有障碍了。而阿耨律见阎浮提如观呢掌中呢阿摩罗果。这个阿摩罗果印度有，我们台湾没有没有那一种水果。就是水果拿在手掌之中，那我们看得很清晰因为阿耨律他没有那个眼睛已经失明了这个没有看到外相，可是呢他可以用眼睛就看到那个手中手掌之中拿的水果。那么知菩萨呢等见百千界这个菩萨呢他可以看见百千界。那么十方如来融尽为尘清净国土，无所不主。十方如来他就可以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看出。那众生洞视我们众生所看的一个洞里面非常小的范围不够分寸超不够1分1寸非常狭隘。所以这边或者特地把那个阿耨律的那个因果把它讲就在小的解说里面。那么显见无还之中当机一物跟我们的见性混杂。那么此分呢佛欲显物跟见不杂东西是东西，见性是见性，它呢不掺杂，不像杂货店一样都放在一起故先列出如何是能见之现，如何是所见之物。所以能见是我们的见性，佛性本体。那所见就是外面的万象东西所见之物。然后呢就中见者迭来对能见的性，见的物来对改算自然呢见是见物是物见性就是见性，然后东西就是东西，分明不杂，不会混淆杂在一起。那么此先列能见这个能见先把它列出来有声闻见、菩萨见、佛见、凡夫见所有看到的拢无同款故
夫啊，当机就是阿难，而告知耶啊，跟他讲，说吾今问汝，如今汝现今未得啊，四果无漏清净的慧眼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乃成佛的神力加披啊，能见你初禅，看到呢这个初禅的状态，得无障留碍，已经呢不被遮住了障碍，没有那个留碍都没有了。而阿耨利啊，因往昔啊，以这个憋饭，这个怎么念？鼻还是悲？皮饭，拜啦，迄麦啊啦迄切啊要赶快迄个拜。因习以这个拜饭啊，施供必之佛，就是供养必之佛，所以啊，受福不灭，受到这个福报没有消灭。以91劫之中啊，天上人间不受呢贫穷果报，拢福报。这个过去世过去劫中呢为农夫，而农业较早就是1劫之前啊，就是当农夫。那么眼种山田，他的在山上，他呢就是很远的去种这个山田。那么无暇回家吃饭，离得很远，离家很远。佮等于食饭过来，安尼一天就要了去啊，所以他都饭，带饭的而食。那么山中啊，有一个道人修行呢，以证悟啊，必知佛果，就是修12因缘，那个缘觉啊，修缘觉啊，成就啊，就是必知佛。那么7日下山化缘一次啊，7天呢才下山去化缘，去啊，这个向人家呢要饭。那么4年饥荒，就是收成不好，米粮也贵啊，这个米麦呢很贵。一日下山木化，连化7家，竟无一家之供。所以以往那个修道他们都蛮有原则啦，7天才下山一次，只能够呢化7家，7家都不布施的话，就不能够再去化缘了，所以都有原则，不能呢那个超越就犯规，然后化7家都没有一家施供，空钵呢而回，就是他的那个剩饭的钵空钵，然后回来了。那么该农夫啊，见到呢就问大师今日啊几时得佛？你有没有化缘到饭啊？他就回答说无人布施啊，没有人布施，他就没有这个化到。那么农夫呢闻言心中呢就动念，此大师啊7日化一次，每次化7家，无论多少下期再化，下一个7天呢再下去木化，那么布施供养，那么必知佛这个下期再化以后经空钵而回，岂不是呢要饿7日，自愧无可供养，难以所带的那个拜饭一包布施供养那拜饭我们就是了解现在种田它很像呢那五谷的样子啦，可是那个不能吃。以前那个环境不的时候他们吃啦，所以就了解到这个环境还会造就人，
那么必之佛皆而受之啊，乃为作愿曰：所谓布施者啊，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啊，或必得安乐。然后宴毕而去，十分感激。那个必之佛感激这个农夫。那么后来农夫啊，持刀呢割草，草中呢跳出一兔，有一个兔子跳出来，那么其色纯黄，跳出农夫背上啊，伏而不动。那农夫呢惊怪，急奔回家，唤呢其妻啊捉之，给猛紧，我卡只偏只土啊给抓起来，那一金兔了，那个兔子就是金，就全部都是金块。那么自此啊，无贫，就没有贫穷了。91节啊，这受苦啊，不昧，这个此过去的因缘，他以前的因缘啊，所以福报很大。91节要过贫穷的那个日子，所以或者都讲说我们呢这个布施很重要，因为我们到凡尘来，乐托时啊，被里面啊，我们大概啊累世之间种了多少福啊我们那个出生的那个年月日时，把它算起来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你这一生之中啊，可以有多少钱用，过得会如何，就可以算得出来。还有这百流年呐，老一辈的都会知道啦，我们年轻一辈的比较少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你哪去百流年，你会活到几岁，你有多少的福禄，都会列出来，都会怎样。那我们假如说在我们那个还生的一个伫咧环境，一个咧活的迄个时间，我们每一年呢，大部分啊都有那个拜道。各位有没有拜道？那个拜道就是啊，那个告示那个管世间的那个福禄，就是我们有多少钱，都是那个北斗星在管。那他呢会把我们的福禄啊送来。拜道就是咧拜讲，你唔通甲我袂记的，都爱送来。就是那样啦。我那边爱其用，钱来安尼啦。我们现在大概很多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有的连拜嘛不爱去拜，那我们要了解到，假如啊，北斗七星啊，已经把我们的福禄送过来，可是我们把它布施。布施自己没有用啊，有没有用？拿给别人用了，对不对？自己没有用所以没有用的时候啊，那个北斗七星啊，他又要送过来，他又把我们的福禄啊，因为我们在凡尘这一生要用多少，已经有固定了，前世都已经造了，所以他要送过来。送过来后，我们又把它布施，这个北斗七星他又要赶快又送过来，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布施多少，他就要送多少过来啊，安尼好啊无？因为你还没用到啊，所以他又送过来，真无用你若一星期拍24个竿，北斗七星就赢的，伊拢唔免点上来上去啊，免。可是我们一直布施的话，他就只送，送到你自己本身用，才算。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布施的时候啊，
不用害怕。我弘用我都不通用啊，不会啦。你会越布施呢，越多。舍得，你能舍啊，就能得。所以这个是阿耨利的那个只有那个拜饭就可以得到救劫免掉贫穷。那现在是佛的堂弟的过去是因也是农夫。那么因为听法的时候常好睡眠，这个佛一开始讲课了，他开始睡着了，下课精神就来了啦。那么被佛喝就是被佛骂，说豆何为睡螺丝棒格类，一睡就1000年了，不闻佛名字，那算是讲得蛮严重所以那个阿耨利呢，睡生惭愧花大精进，然后7天不寐，就是7天不睡了。所以我们眼睛以睡为食，咱目睭若刻都是目睭咧食饭啦，咧补充营养，所以闭目叫养神。那咧困就是咧眼睛恢复它的功能作用。所以7天不睡的话就会失眠。所以各位要了解你要看卖，我7天卖困，就切命啦。迄袂使试看卖。除非讲你唔免目睭有看，像那个阿耨利一样，唔免目睭有看。那么佛因而教之受以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不该讲唔免目睭一旦看梵庭的万象万事，遂得半头天眼而正圆通。然后自己就细数我不因缘关键十方，我无因为目睭来看到十方，唔免目睭就有看心生动然，如观呢掌果。看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上下，十方能够精深动然，看得非常详细好像看我手中的拿的水果一样。那看见世界如看手掌中拿的水果，那么清楚明白这个就是阿耨利的因果。那么声闻见必知佛见这个也都有讲出来。那么接着就说菩萨看见百千界，菩萨有分10地，初地看这个百界，2界已经到看这个千界，乃至10地见无量世界，看到无量的世界。那么十方如来见无限量，也见就没有限量，故曰穷尽微尘，比喻其多不可数，多到没有办法算。那么国土皆称清净者，佛也等观，就是佛他平等来观看观见，见慧同见，看到污秽甲清气的，伫佛的眼光看起来无分别，拢同款。那么无所不沾，即佛佛见周延，他看得周匝圆满，众生动事不过寸。我们众生看得很小，好像有小洞一样，1分1寸，为众生洞明之见不过分寸。格子纸1分尔，纸甲你看在目睭前，你都无看所以那个不超过1分。那么隔板
不超过1寸，所以不够分寸，超不过1分，超不过1寸，就是讲我们众生啊看得太近了啦，近不近？很近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经历。阿难无疑观世天王守的宫殿，中间呢遍览水陆空行，虽有分种种形象，无非呢前尘分别留爱。所以佛跟阿难讲，说我现在跟来那个四天王天呢，他所住的宫殿，因为四天王天住在西密山的半腰，忉利天在西密山的山顶，那个依地而住，然后呢在天才依空而住，然后再上去多帅天，我们还没有长天盘的时候就在天，再上去就是这个热变化天，再上去那个他化变化天，那摩西所罗就住在最一界6天的那个他化自在天里面，所以我们都是在魔王的管辖之下，很容易着魔。因为波形很小，我们世间的众生都当他的魔子魔孙，所以不希望我们修道就是要把这个魔功打破，所以他会来阻挡你，越发心修道呢，他越会阻挡。可是呢，他阻挡就是要成就你，要给你结合你兴奋啦，所以要了解到。然后我们你像现在年轻小伙子念书都很喜欢上网，晚上不睡觉，有没有着魔？那个就是被波旬那个魔王管辖了。你已经我的魔家魔孙啦，有没有？回去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不要被他管辖，要当魔子魔孙，不要着魔。我们有没有着魔你热衷假如说一直去买那个现在上看9亿。那个一样着魔，有没有？那么3看9万就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呢，这个超出还情的着迷，那个都叫着魔，都在魔网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要清醒，要觉，我们觉了以后就脱离。就不被那个魔王波旬管辖所以四天王呢，他们在西密山的半腰，所以他们的宫殿在西密山的半腰。那么这个中间就是光那个四大天王所住的宫殿的中间，能够遍览普遍的游览看到水陆空行，水中行的、陆中行的、空中行的，水里面有鱼虾，陆行有动物人，空行有那些鸟，所以水陆空行。那么虽有分明种种形象，之后呢看不清楚，有时候看得很详细，种种形象不一样。那么无非前尘，前尘就是显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叫做前尘。分别留爱，因为前尘它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叫分别。这个山是山，树是树，石头是石头，那个都叫分别。那备至一些留爱，
留下一些障碍。那么如应于此啊，分别自他，跟阿难讲说，你要在一些呢显现在眼前啊，完成这一些景象，你都要能够分别的出来，是你自己的现性呢，还是他外面的那一些景象，你就是能够分别明白。那还剩下不到20分钟了，给各位提问。有疑就要必问，有没有问题啊？像是上次那个美国这边还没有问完。还没有问完啦。好，再说。为什么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精神会很？因为他平常可能精神都外放了，现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他等于是已经回光返照。把外放的精神都收回来，所以会的精神很好，那个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它有那个程度上的不同。假如说我们是要认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整轮廓，那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能够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就是已经知道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状态。所以到那个状态啊，你是要认识佛性的轮廓，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假如说你要进入这个身心，进入大悲心，你就一定呢，连那个了了分明也要放下。不管呢，在看到什么样的景象，知道什么样的情形，也都一样放下，才能够进入身心，才能够进入大悲心。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要怀疑说那都不好，绝对有好。我们出钱有出钱的功夫在，也有它的功效在，然后生的有生的那个意义在。绝对都有效的。好，请说。空中的花看到的大孔或细菌是如何产生的？和原理血管无关吗？空中的花，就是你讲空中花。那个空中的花，那个是空中本来就不会生花了，是我们眼睛有问题呀。就是目灰啦。那我们假如说要看到空中花，这个凭空而生。假如说我们要看，那或许就讲，我们可以先呢蹲下来，蹲在地上蹲个5分钟，然后你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向空中看，你就可以看到空中有东西啦，可是不一定是看到花啦，有时会看到很大的细菌，它在空中钻来钻去，每个看到的景象不会一样，那个都是我们的错觉，不是真的啦，可是我们要了解佛会借的这一种原理来讲。说本来没有善恶大地我们呢清明眼就看到清明空，清明眼就是活菩萨，清明空就是真理。那我们清明眼就可以看到清明空，可是我们一眼见空华，一眼就是眼睛有病见空看到空中有花。那佛就利用这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都是一眼见空华，表示说山河大地它都是实相存在，实在的形象存在，它是变化无常，能够沧海桑田
桑田沧海，变化无常。要我们了解啊，所有的相都是假的，不真。所以借着一眼见空法来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空中花。那空中没有花，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更讲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些凡尘的万象都是假不真，所以他有讲结暗为色，假即假结合在一起。那暗象，我们把暗象结合，然后来看整个空间，它就变成四大所有风土，就有形象呈现。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你可以看到鬼欧巴给那怎么来的？就是结暗为色，累积那个暗象，然后我们瞪目花老，就是眼睛不眨眼，然后你朝着暗象一直看，那个形象它就会呈现。你的脑筋想什么形象，它就变什么形象。所以你把所有恐怖的形象都连在一起，它就呈现你看，就真的会呈现给你看。那个叫结暗为色，本来没有，可是你看到以后，你会固执有我看到。所以佛就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凡人的生活为什么叫可怜悯？就是把假象当真。凡尘所有都假的，幻象、假象、虚象，实相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可以称为实相，才是真法界，才是真空妙有，才是我们要追求。所有的万象变化无常，一定不要住相。住相自己找麻烦。它一定有果报。那果报呈现的时候都不很理想，因为不是清明眼看到的天空。这样了解吗？又是有一点层次会提升到我们的真理世界还有吗？求道人以归空，未求道的祖先可以领一朵白莲花去听经，不必受刑。实际道人还是得去投胎轮回，是吗？倘若此修道人修正成大仙菩萨，祖先不也沾光有果位吗？他们去轮回了，怎么处理？假如说这个还没有求道之前，那这个自己的亲属长辈他已经转世了，那属于他的个人因缘然后假如说能够沾到这个后代祖生那一种修道得道成道那一种光芒，那个也都要有因缘要具备一些善的那些因缘记住才会遇到。然后我们了解说自己修的是最实际的，那沾光的那并还要有外缘外力来帮助。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近或许看我们侯老师一直在推广心理心法，他都讲说点的是点到他只有说万八得超然10800年，10800年以后所有的因果我们还要自己承担都明白的讲。所以老师都一直讲，这个就是沾到上天大开普渡的那个恩惠所得到的。
可是已经很殊胜的啦，很不错了。然后我们要了解说，以往你要能够得到，能够受记啊，那个是要经过很努力的阶段，而且要所有的本身的一些业障都全部去除，自己正确的观念呢，要全部修正，不对的行为要改过，那才可以真正的成道，成佛。比起现在就困难的很多。那我们现在呢，能够沾到上天大概普渡这一种恩典，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同学者互相勉励，这个都很难得的殊胜因缘。那我们就是要好好把握来修持。还有吗？佛性和灵不一样是吗？有什么差别？佛性跟什么？灵性。灵性我们要知道灵性就是佛性它是一体的。那因为佛性很灵功能作用很多，所以我们会用灵性来讲，让我们了解说本身的那个功能作用它就具备的非常多。不要去排斥它，因为我们凡尘的那个参禅打坐都要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整个否定去掉，那个是不正确的。我要了解说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奥妙的所在，那我们只要能够了了分明，是不把它当成本体，这样就可以。人人都在喊2012年是世界末日，可是白羊期不是有10800年吗？对造邪的人来讲，便是世界末日，不是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因为上天降道来拯救这个善男信女，然后降那个灾难来惩罚这些为恶的众生。那呢，跟我们讲一些灾难的降临，是要我们能够把握时间，赶快这个好好修持，因为这个灾难没有眼睛一到时候假如说我们是同住一栋大楼，那整个大楼都陷到地底下去了，那一定这个一时俱焚，全部都消灭了。你不能够保证说你一定都脱得来。那我们在修持的这个过程里面假如说我们都不想可以到达那个不取以相如如不动，那么对这个现象的一些灾难我们都不在意为什么？因为毕竟是水有风土，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的佛性自己都修正到可以自己主宰，那这个时候水有风土它遭遇什么样的大灾劫都跟佛性无关，我们呢都能够安然无恙。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把佛性呢能够呢修到跟整个虚空融汇，没有真空妙有那我们非常注重身体，因为身体的所有现象它会把我们推到呢另外一个现象去接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接受灾难所以不接受灾难就是一定要训练自己这个佛能够自己主宰，脱根脱尘，离身离见。既然都根尘都脱离尘境脱离，那灾难对我们来说还那么重要吗？就不重要了，因为这一些都是天地的物质我们所看的万象也都是水有风土，天地的这个万象万事都是水有风土。那既然都是水有风土，水有风土没有直觉性那我们现在就是
注重身体，不注重佛性，所以佛性呢没有主宰的力道。那既然都没有主宰的力道，我们会被身体的现象推到现象来现象。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讲师好，或许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三山坡里面说，是老母造下血酒，然后我们才能来到人间爱，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下来。但是刘讲师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当然的贪嗔痴而来到这个人世间。那大概修正了悟贴的现修全法都可以成清懂化彩供，那他们为什么又会沾染贪嗔痴？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修的那个实质的内涵。那当然修到最重要就是要弃掉贪嗔痴。可是我们弃掉贪嗔痴各位浅显，有的只是一个表面弃掉了，心里面实质的都还很贪嗔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实际到达那个没有贪嗔痴的那个现象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真正的实际去做，然后呢才会了解。真的不贪不嗔不痴要呢你遇到非常紧急困难很不容易处理的时候那个内心的世界才会呈现。那我们可以说很难弃掉贪嗔痴。大家喜不喜欢佛法？贪不贪？贪不贪佛法？所以嘛，我们要了解到说，你真的不贪，那个不一样的世界。那我们说我要朝着善的方向去走，贪不贪？做不到呢，嗔不嗔？想不想？具备了，贪嗔痴都具备。我们说我努力的去掉贪嗔痴，那只是方向目标了。那你要真正做到，那个真的是要下死功夫。那个都不是说假话可以到达的。你真正的没有贪嗔痴了，就连毒药都可以吃进去加了瓦剂，为什么？因为贪嗔痴最毒那我们全部没有了就不怕人家害。在你的身体所有风土就产生不了作用。它产生作用就是在心。那我们心贪嗔痴在吃毒药进去它发挥作用，绝对把你毒死。是不是不一样？有没有信心可以做到？摕嘴要吃，你才唔敢。下个，多谢三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也感谢各位前贤给获取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第几页？37页。这个显见不杂。讲到众生动事不够分称这边嘛，再分过来
分别自他37页38的左边37页的翻过来，分别自他。这个释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呢，跟这个阿观四天王呢那个所住的宫殿，这个四天王呢，他居住在须弥山的半腰，那个他一天啊，那个是第四皇帝的帝啊，解释的是第四天的那个须弥的山顶，这个都是依地而住，是属于6亿天里面的那个2个天，最低四天王天，然后再上去忉利天。忉利天呢，我们看那个布袋戏在讲说33天天外天，那个呢就是忉利天因为东西南北各8天，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第四天，皇帝的帝解释天地，然后上去就是依空而住，那个夜摩天，再上去呢，就是我们老子时还没长的天盘的时候那个多帅天，那再上去呢就是乐天化天，那最高呢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就是属于他化自在天所管辖，那摩西所罗天呢，就是那个魔王波旬所住的宫殿，所以我们在欲界大部分都属于这个魔王在管辖。只要我们这个发心修道，就把这个魔宫打破了，就是因为凡人的万象都是假的，那我们众生呢都把它当成真了，所以就变成这个摩西所罗在管辖我们所有娑婆世界的真。那只要我们乐知哪一门，我们呢都是叫着魔，已经呢在魔的管制之下，所以要保着头脑都要很清醒，才会呢脱离这个魔王的管辖。可以要着魔怎么知道没有呢？我们假如说这个心中或是我们的那个行为取向都有一些这个嗜好，那偏离世间的常情，那个都叫着魔。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晚上都不睡觉，然后呢都迷着上网，有没有着魔着魔很厉害然后我们这个长辈都会说，跟你讲不听，叫你去讲不困，有没有？很伤脑筋那怎么办？随顺他的你来爱看就会去看，所以我们了解说，很容易对某一件事情呢，就是会很投入。那投入以后，假如说已经不符合常情了，那个都叫着魔。所以要保持我们那个觉性要清醒。清醒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有所偏了，马上自己就会去导正。一导正了就正常了，就脱离魔的管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本具备浩然正气，冲在天地之间那个浩然正气，我们都有，只怕我们会贪小利把浩然正气用光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有那一种非分之想，那种贪小便宜，那个会害自己的。正气一消失
邪气就上升。那邪气上升啊，所作所为都是业，都是不正，然后呢就要受苦连连，在苦海之中呢，沉溺。然后我们保持啊清醒，时时刻刻啊都觉那觉啊能够发挥到24个小时。那这样呢，到后面就加一个字啊，叫者，觉者。那觉者就是佛啦。我们不觉啊，就会造业。那不觉就是无明啦。我们有没有无明啊？不有，还很强烈。我们的无明啊，会不知不觉会上来。那我们时常会遇到，就是无明火。看到这个不合理的相，然后我们无明火就来了。都不知不觉，然后就会发脾气。所以修则改也，改毛病去脾气。我们修道不能有脾气毛病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脾气毛病，所以要把它去掉。脾气毛病没有了，秉性啊，我们也知道。脾性没有，秉性知道，然后佛性常住。那我们可以啊，在生活之中，全部呢都拉回到那个生活面的真心佛性。这样的生活啊，就已经这个好像在天堂一样。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就是我们的那个不是我妹呢，跟凡尘的妄相，它是非常分明，没有含混的那个地方所以就用能够看得见的那个释天王的宫殿以及那个中间所能够看到遍就是普遍，然呢就是呢观光，能够看到水陆空行，水中的那一些动物，陆行的空中飞的这一些都能够呢了解。那么虽然有这个昏暗种种形象有光明黑暗那个形象都不一样，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呢都是分别这个鸟是鸟，鱼是鱼，人是人，都能够分别的出来，不会有留下障碍。然后佛要阿难呢说如应于此能够分别自他，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了了分明是我们佛系还是外面万象？这个叫分别自他。那么底下的那个小的字以往呢我们都不解说了。因为楞严经的后面越来越讲就越深，那不太解的部分我们连小的字也把它解说，因为很多人说蛮深的啦，深不深？我们在嘴巴在说深，表示对它的了解还不够。假如说不会它很白话安得形容特别了解好，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说不会那拢真清楚真了解大概要不知道每个人努力的程度都不同只要我们很努力的去追求呢，答案很快都会呈现。那假如说我们有无好，那就要很久很久都不会呢透彻的了解。那不透彻的了解呢，我们行为就不容易朝着真理方向去进行。那这样都会蹉跎岁月，一生很短，对不对？一转眼就过了很快的。所以我们都是要及时要把握当下
能够呢做的马上做，能够实现马上实现，这样修起来就会这一路千里，走了千里远。那独耶当机，当机就是阿难，限量所亲见之境。这个限量就是不经过思手，马上呈现在眼前，那个叫限量。那我们凡尘就有三个，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一个呢圣言量。那我们所接受大部分都比量比量的比较多。就是看见很远的地方，有那个袅袅的白烟起来，就知道有人要香会，那个叫比量。那听到汽车的声音有人，虽然没有看到人可是一定有人在开车，才会有汽车的声音，所以那个叫比量。那限量都不经过思索，当下现证，让我们知道的叫限量。那割下呢圣凡之戒，把那个圣凡的见解把它割下来，姑且勿论，不要去讨论它，且就呢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观释天王所住的宫殿，在西密山山腰。那么东西南北四天东西南北，东方呢持国天王，南方呢增长天王，西方呢广目天王，北方呢龙天王。那么中间遍览能够普遍的看见水陆空行，全部都能够呈现，以及三而大力应成的境界，诸凡尘所显现的境界。虽有忽难明朗种种形象差别都不一样，那么无非眼前凡尘景象所忽别之见，种种呢自留隔碍，都是为了让我们有那个自留隔碍。那么佛要阿难如应于此能见之性以所见之物分别清楚，不能含混就是能见的佛性以及所见的万物，都要能够呢出它的不同所在。那阿难即汝见言跟阿难讲说，就是一直即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极点，你的见眼见的根源。那么从如月宫事物为汝，看到呢那个天那个天堂天宫月亮，那个呢就是东西不是你的那个佛性。他们一直到七金山周遍地观因为那个西密山的周围都是七山八海这样围绕的那佛呢叫他呢详细的观察。那么虽种种光亦为汝，虽然有很多发挥出来的光芒，但是呢它都是物，都是东西不是你要呢阿难能够很清楚明白的去体会。那么渐渐更观云腾鸟飞要呢看云在天空就是在慢慢的这个移转，然后鸟飞，风动晨起有那个起风，然后呢凡尘的那个灰尘就起来，四目有四有目，山川草芥以及人处全部那个弦就是全部都是物不是你这个佛性。阿难是知尽眼知有物性，所有尽跟眼的那一些物性虽互差殊，虽然他们呢都不一样，那么同汝见经清净所熟可是这一些呢这么多的万物，你都能够从你的
那个见所见的那个知觉性里面能够知道，能够清净所足就是看看出来说是什么呢？你都非常清晰知道，那一些都是物那个不是你的佛性。所以物跟见东西是东西，见性是见性，完全都不掺杂，不像杂货店混合在一起把所有要卖的东西都摆在一起。那么则知物类是有差别，所有的物类东西，所有的东西它自然有差别，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在外面看到的所有那些东西它都不一样。然后呢，见性无殊，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个佛性不管它多差别，我们都知道见性没有不一样万物不一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看到的万物都不同，可是我们能看万物的见性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个可以看见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讲说从无极那个时候一本善万殊，一本就是我们见性，万殊呢就是万象，一本善万殊，有没有？所以我们见性看什么到什么都很分明都清楚了解。那么此经妙明成汝见性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所有那个物类形象那个此经妙明，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就是随缘之用佛性的不变之体叫妙，佛性的随缘之用叫明然后呢这个不变它能够随缘那个本体佛性本体不变，可以随缘，然后随缘又能够回到不变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都有时候会时常去念到这一些经文时常出现的文字不变之体也寂那这边把它写成妙寂跟妙是一样的就是佛性本体。然后明跟照也都是一样，一照就明，很光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随缘之用就叫明它能够让我们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要知道功能作用是本体，本体就是那个妙，本体呢是寂。那讲到明讲到照那个是用有体有用有体有用，这样才能够圆满不能说有体无用有用无体都不行要有用有体这样呢就能够能够圆满所以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有没有了解一点就是寂跟照同时，佛性体呢跟佛性的功作用它同时具备，同时存在，而且同时呈现所以寂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是那个生下来那个面孔来面目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这个寂照同时，以下呢讲的是寂见缘就是说进入见性的能力从最上呢那个太阳这个日月宫，一直呢到七金山呢周遍地观，所以有种种的光明也是东西，不是你的见性。那么渐渐呢更观自高而卑，为高而下自近而远，乃见呢云之腾鸟飞
风之动，尘之起。那么此皆呢空中所有，以致地上呢是木山川、草菜啊、人畜，以前是物啊，非汝之见性，全部拢是物件，而那此如所见呐，若近若远，若高若低啊，若大若小，所有的物性啊，虽复种种状态差别，这个殊异。列在眼前，同是你之见经啊，一道清净，不起分别，言明照了，属以见，就是属以啊我们的见性，则之物类自有千差万别，都不一样，这个千差万别，而汝见性呢，毕竟啊无殊，我们能见的性啊，只有一个。它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即此见经，我们那个见性啊，精明之体啊，本妙本明，本来就很奥妙不变之体，本明本来很光明不用呢我们加进什么，它就很光明那个呢就是随用。那么以物啊不杂所以叫妙。那么遍见之物啊故名。我们能够普遍的看见所有的东西，所以很明朗。那么即此妙明真心真如自己的见性，物跟见分明。那佛就跟阿难讲：云何于诸之中而不能呢见者也？在所有的那些物体不能了解到自己的见性呢？不能把它选择出来。那么底下呢就讲一些这个另外的角度了。说若见是物啊，假如说我们的见性是东西的话，我们呢时常用各位先生，见是什么？看到的了我们看到就是见。那佛在这里讲说，假如说我们那个能够看见的见是东西的话，则如亦可见汝之。安尼你嘛会使看到我的见性我们有办法看到别见性吗？是没有办法。对见性无形无相没有形象所以这边呢，佛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见性是东西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性若同见而名如见汝。假如说你在看一个东西，我也在看那个东西，这个叫做同见。那么同见你把它称为就是看到我的见性。然后我眼睛把它闭起来，吾不见时就是眼睛闭起来不看见的。那么何不见吾不见之处？我把手拿开开，我把手在看啥？不了解吗？假如说眼睛闭起来，我们知道他在看什么吗？不知道的。其实看到黑暗暗嘛，把手拿开开，是不是看到黑暗暗？见到全部都是黑暗这个是佛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呢那个见性它没有形象若见不见它这两边呢都讲是见呢还是不见都不对了只会不见之相，不是说无爱看那个形象所以见不见呢两边都不合真理若不见吾不见地自然非物，因何非汝你无法度看到那个见性的体，见性的形象你会当看到万物，会当看到万物那个自然就是你的见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明心见性那个见的性，因为它是没有形象的，跟我们那科学家他要有实物证据才会相信是完全不同，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很爱一个人，或是很讨厌一个人，各位浅显，那个很爱跟很讨厌看得见吗？看不见你爱是咧讨厌拢无看
看不见的啦。假如说看不见就不算的话，那个爱跟讨厌啊，怎么呈现？很奥妙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佛性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发挥出来有什么功能作用？那我们呢直接就在发挥出来的那个内容上面用心，没有那个寻到根源，没有找到根源为什么他能够看见？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万象万事。各位姐姐，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万象万事？就是因为有佛性在，对不对？佛性无形无相，对不对？因为就是无形无相，它不会生，也不会灭。那有形有相就会变化，那变化就无常。它不是只有变化一个样子，就一直连续一直变。那我们呢很容易住相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所产生身体产生呢，因为身体就是形象，那对形象物与物之间互相会吸引然后我们也会讲说物以类聚有没有？假如说是同见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一样，容不容易产生爱？各位没有去研究过，你讲出来的意见，跟我的心内所想的，拢会同款，很容易产生那个爱苗。那你讲的跟我想的完全都相反，会产生什么？很讨厌，对不对？看到你就讨厌，你想拢跟我无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发挥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我们很在意，可是那个能发挥的佛性本体我们都忽略都没有注意所以佛要我们能够深入其中，去发现到那个能够做主宰的那个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能够发现佛性本体以后所有的我们行为思想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不对？所以才说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就是能够发现佛性本体。假如说我们都注重现象，那就会被现象拉着跑现象好我们就一直追求现象不好我们排斥就很讨厌，就不接近了这样就两极化喜欢讨厌很强烈，然后我们出来的行为那个取舍心就很强。那做好了得福报，做不对了得到呢坎坷的果报就这样自然形成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尽量能够找到我们的根源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能够找到根源，我们掌握自己的思想，思想一掌握了，我们就可以掌握行为，对不对？所以之前我们是有讲过说小心你的思想，有没有？它不久呢就会变成你的行为，然后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要有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真理融入思想以后所作所为都从真理而生发，所以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就呢解脱了人生苦海就不用去沉溺就可以上岸了啦。所以回头是岸
以往啊，或者到寺庙看回头是岸，以为说那个欠那个流氓，流氓都要欠他们回头是岸。原来是跟我们众生所有众生讲，回头就是精神啊收回来，回光返照，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我们众生都不肯回头，所以老师呢特别写墨宝，要我们放下，有没有？那个要像我们这边同一公要，那个放下，表出来放在家里，进去就看到放下，一回到家里就放下，逍遥自在了。我们之所以烦恼就是放不下。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那个以往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既得利益，所以放不下。放下的没去所以就放不下，就烦恼。这个躺在床上就辗转难眠，困不去所以放下真好困。要睡觉之前告诉自己放下，差不多放下可以对不对？明天起来精神很好，因为没有胡思乱想。所以或者以前做过试验，睡觉之前一直想，就是不睡，一直想，胡思乱想。明天早上起来那个头很痛，哔哔叭叭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完全什么都不想，放下，睡觉了。明天起床，很清爽。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就是要放下了。放下才能够逍遥。所以呢，昨天在北部或者就讲，说假如有一个人拿一颗蛋给我们拿在手上，我们要怎么处理一粒卵无大无一体，互咱摕手的啦，负担对不？不是拢个摕，就负担对不？我们怎么处理这放下是既得利益不肯放生，这粒钱真的来吃，真好吃。所以要用丢的啦，丢了以后怎么样？丢了看破，看一破去对不？所以我们那个既得利益这要把它丢看破，看会破不？迄粒都不是铁的，讲那会破，一定破的啦。所以你一丢了，它就破了，你就看破。虽然迄人有价值啦，不过你看破更加价值。烦恼拢无去破去。破了，我们就是不肯啦，条条要提灯来接啦。所以凡尘呢，这个有得呢就有失然后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可以放下的丢掉的呢，全部都把它抛弃了，不要了。然后呢，心保持清净。那清净的心就不会造业，不造就不受苦。这个最好的代价，上好的啦，那个比一颗蛋绝对价值，绝对超过那个价值。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就要学会能够放下。所以这边呢都已经呢把那个物跟我们的见这个分别的很这个详细很清楚所以这个佛就讲那个物跟见
讲清楚了以后，那就问呢，这个阿难，这个见性啊，它是常住不迁，分秒不离，那么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那个见理如来。那么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能见所见这个分秒不离即是在佛性本体如如不动之中。这个导师以前呢，我们都时常提起，说要见如来就是呢，要无所见。无所见呢，它前面就是有一个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自然就合成一体。合成一体的本身就是如来所以没有了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所见也就是已经见到一体。那见到一体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这个眼前当下，眼前的当下，我们说无所见，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空间都没有，都无所见，没有能见的我相，也没有所见的法相，能没有了，就是一体。这个时候就叫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没有了解是有一点醒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是已经进入真空妙有。那真空就是空中不空，空中有佛性在那妙有就是有没有形象那有没有形象我都可以自己深切体会。佛性确实是有，可是没有形象，拿不出来就这么切实的存在所以真空妙有了我们已经把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已经呈现，是不是见到如来了？不是释迦牟尼佛啦，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见到了。那若有所见有所见就有能见，有能所就是生灭。那有生灭，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变化无常。有生灭变化无常。那变化无常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不是讲吗？《金刚经》最好的8个字还记得吗？哪8个字？不错能够记得下来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取一相那个互为因果啦。因为你能够如如不动才不取相，能够不取相才能够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个状态。你看我们整个空间都是佛性，对不对？有没有动？有没有相？没有相。有没有了了分明？对，了了分明所以在这个空间真空妙有。在这个空间我们佛性如不动。在这个空间我们永远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迁移所以整个呈现万年一念一念就万年，万年就是我们现在眼前当下的这个知觉性。有了解不？你看心理心法多好，好不好讲到我们根源，让我们透彻了解我们的本来就是这样可以尽虚空遍法界全部都是佛性，全部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是不是胜？所以我们得了道，说道很殊胜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不研究呢，不知道很亲切的都
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24个小时1秒钟也没离开，不知道，没有。然后到处在找，对不对？有没有啊？到处在找到啊，都一样，要讲过来，找啊，那大家拢转累啊，现在啊，拢去安尼撞得满头包啊，有没有？晚上睡觉还来呼气啊，还唉声叹气啊，有没有？拢无啊？唔敢讲啦喺度回去就好啊过了就让它过了，那我们就把握当下眼前呈现的就是真空实相，实在的形象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亲不亲切？很亲切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照到呢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枉费这一生绝对成佛就已经可以就所以我们要追求明心见性，心明因果都不灭，见性成佛就无疑。那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样子，成佛会不会怀疑？就不会了，因为那个佛什么成的？就是我们讲的当下这个那个呢没有能，没有熟，没有生灭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很亲切的所以我们了解到，就在我们自己生活之中，所以生活之中呢，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生命去想过去，去策划未来去把握现在，那个都是现象要用，佛性不用那我们呢要直接进入佛性本体，直接一进入以后什么事都已经在佛性之中解决了，有没有啊？佛性之中呢，它呢含藏呢万象万事，含藏善恶种子，那我们全部都能够容纳，全部呢接收全部消化这样完成是都毕业了。所以知得一万事毕，这样了解意思吗？知道一就是知道道，知道道呢就是知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知道这个是万物都毕业了都修3年4个月出师出师没？没还佫等咧学所以要努力我们了解说在这个佛性的本体如如不动之中自然这个见如来。那么若有所见，即是有能见已落入生灭之中，心已经外往了。那么能见外物以所见之中去分别不休看到啥看到啥明明都有看到把那个生灭的外相看得很重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忽略所以能见的话呢，佛说邪见因为见已经不切了，所以叫邪见。又则汝今见物之时，理之见物物见汝，体性纷杂所以佛又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假如说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东西也可以看到你那个东西它这个有那个自己的本性它也可以看到你，你看到它，它看到你，这样整个世间就不能够安立所以东西它没有自性，有物性没有自性，这样了解吗？我们呢都会了解说物有物性物的性
木呢木性啊可以烧，水性湿冷，对不对？它都有它的性，可是它不是自性啊，不是主宰自己的自性。我们能够主宰自己自性呢，就只有佛性，佛性才有。所以啊，那个物啊，没有本性。那么则汝以我并之世间呢，不成安立。物啊，假如说有本性的话，世间呢就不得安立。而那若汝见时啊，是汝非我，见性呢周遍啊，非汝而水。就是我们那个见性啊，它周遍圆满，就是整个我们呢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全部都可以看见，都能够见到，所以见性圆满。能够这么圆满的见性你能够了了分明，不是你也不是啥人。云何自疑啊？自己怀疑。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研究的不知道佛性这么奥妙，这么的难得，所以现在了解了以后，有一点怀疑说刚好佛安呢，所以那个叫自疑啊。那我们不能怀疑，一怀疑了就没有力道了。不相信佛性力道的消失。因何自疑啊？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呢？取我求实。佛性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拢唔承认，你来问我，叫我给你指点出来你的佛性，互你相信。这样在真理部分你那个相信的程度那个%度就不高了。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是不是有一个信？然后系机中统四端，东西南北就是仁义礼智统四端，然后兼万般，就是信在其中。那个性就是中，就是我们道之体，佛性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呢，我们要相信相信自己的佛性呢是最重要，相信呢就有力道。再困难的事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那就一定呢投入去做，完成就很快。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信心虽然很容易的事情也做得不圆满，所以那个信我们不把它用到外面相信别人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就是没有相信自己的佛性对不对？我们用在信的方面都是用在外面，没有用在里面。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至善根，所以相信自己很重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要相信自己所以这边佛在责备阿难说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的佛性。上一段呢详说见不是物，那么这一段说物不是见。佛心呢大慈悲不会用霸道的那个方法来教导众生，乃以温和收礼的方式左收右收，前收后收呢，各个角度圆满来阐释其实众生呢各个明理都能够了解真理，修正成佛都能够呢修正成佛。那么此第六番显现不杂最后一段说真性呢是本有的家珍，家里面的珍宝迷失良久，还不敢认我们那个佛性呢迷失了很久，都不敢承认自己的佛性要有这佛以及呢善知识加以证实
方有信心呐。那么此呢不杂不乱，已经呢超向外啊，以孤标，就是超出形象之外，单独的把它标示出来，那么在底下呢就讲十番显见的第7番，显见无碍，我们的见性呢没有障碍，那显见呢这个不杂，那个是第6番的，那我们的第2番呢就到这个地方就算结束，底下呢又讲第7。那么阿难呢白佛言，阿难呢又问释迦牟尼佛，是若此见性必我非矣，他还没有全部承认讲这个见性是我不是别项，不是别的。那我以如来现在就讲到现场，所以我跟如来观呢这个四天王天德圣宝宫殿居入夜宫，那此见呢这个周延变呢娑婆国，然后退归呢精舍，今仔呢讲到为讲堂转来，卖讲迄个四天王的迄个宫殿。讲到呢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个精舍修道的地方，只见呢伽蓝，那个寺庙呢就叫伽蓝，清心护堂，因为那个讲堂可以使那个心清净，所以叫清心，那个护堂。但瞻呢演武，是瞻就是看，迄个演武就是迄个厝顶迄厝下互个水咧流咧，迄一高一高安尼遐演武。世尊此见如是其体就是讲咱的见性就是拄则释迦有所讲的安尼。本来呢周遍一切，伫个娑婆世界拢周遍。那么今在世中今嘛来伫个刚等来底为满一世这个见性比存伫个厝内刚等来底一个来安尼尔。维护此见周大为小，是不是咱的见性该缩大变做真细？为当呢强语夹令呢断绝，是迄个柄甲迄个鱼就是咱要互迄个河水流来顶头迄个迄粗粗的迄个触芽鱼该夹的转转去，互咱的见性转去。那么我今不知失意所在，我今嘛唔知这个这个道理伫倒位燕垂呢弘慈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弘就是很宽大，为我敷衍讲互我听，互我了解看着我看敢若咱徛伫海基看到海真空阔对无？即马行入来室内看到我咱看到所才剩室内一角仔囝尔是毋是伫徛伫海基看甲徛伫室内所看迄个见性无共所以阿难呢他问就是把那个最那个简单的道理然后最复杂的问法那要佛来说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一看呢讲这样来问这个主人知影对不？可是呢为什么有佛菩萨他都会请佛来讲一些呢最简单的道理？因为有时候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都会认为是自然而然，可是在真理的阐释方面讲出来那个角度就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叫呢这个追求就是平常心，我们都会讲平常心就到，对不对？
可是平常心就是最不容易啦。我们心这个平常的时候啊，有没有保持平常心？有没有？我们心啊很难保持平常，都会有起伏啦。起伏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少啊，所以要能够保持平常心啊，对真理的认识啊，就是要深入透彻，能够深入透彻了解真理，才能保持平常心。然后啊，行持啊就会平凡，平常、平时、平凡、平淡，四平，就完全呢跟道啊融在一起。那个师公山本净禅师所说的，这个要问道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什么不同？他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的话呢，无心啊是道。那个无心就是已经不生起，我们没有自己生发念头，那个无心。他说保持平常、平缓、平时、平淡，就是要到无心的状态。那没有心的自然所写的完全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这样了解吗？好像很深哦，可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嘛？对不对？很简单。可是我们要去实现呢，就要下一段功夫啦。要能够真正的进那个真理的世界，就能够达平常、平凡、平时、平，能够到达这个状态，才真的进入道了。要成道就要先入道，没有入道哪能够道？所以要先进入，所以我们就是要深入其中，了解怎么样来做，所以在凡尘要超越之有，凡尘所有的有都要超越，因为有就是有形象，有相呢就是有生灭，有生灭就有变化，那有变化就是无常，那无常变化就害我们心里产生喜欢讨厌，那有喜欢讨厌我们就取舍，有取舍就造业，有造业就受苦。各位会背了没有？每一次都讲一样会背了没有？背下来很好就会行的时候就会去考虑到合不合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自然不会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不受苦就可以解脱，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做的听课那个脸越来越开了表示业障越来越少。为什么会那样？就是真理了解，真理了解心解开，心没有打结都显现在脸上。咱讲真纯切，听得懂？老一辈才听有啦，讲真纯切，就是他呢心里面没有障碍，都谈，看起来呢就会很快，就是那个样子。那假如说心里有事然后表现在脸上，对不？就安尼怕甲球有没有？我们看到以后也很不舒坦，那看到人家满面春风也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心中的结全部都解开。那假如说了解真理，我们心许自然呢境都变化。那心一变化，我们作为变化，作为变化，命运变化，周遭亲朋好友跟着变化，都朝理想的方向在进行。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修道就关系到九贤七祖，九贤七祖能光啊。我们来听，我们祖先也到那个古佛的那个那个宫殿听课，然后我们不听呢，我们祖先没有资格，没有资格进去呢，那个地藏古佛念说法的地方。那我们能够证，能够成道成佛了，那个九贤七祖也成真了，都沾光了，所以关系呢很重。我们不能考人，你考倒一个人，连带他的九贤七祖啊，都受你的影响，在背后一定呢非常的厌恶、讨厌，一直揍你。所以的遭遇一定不会很顺气，都会很坎坷啦，做什么都不顺。那就是你有做错了受到呢那个影响的人啊，他在搞伪，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透彻知道真理，真理的东西一定要自己追求了，不会说天上掉下来。我们大概最希望明天早点过来全部都明理了，最希望这样了不要经过这个漫长的那个熏习的认知阶段，要很久啊。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大部分都算了这个起码10年以上，10年以上才会比较透彻了解。那短的这个期间要很了解都不太可能所以这个急不得。可是你知道以后它就不会掉了。怎样就是对的，可是要实行怎样爱去做你若无做免偌久会无了了有听到半年拢莫去实行，都无去啊。你听印象拢无去，无我都无听过迄讲到这啊。其实有啦，已经失掉了。所以这个上乘佛法，这个是上天的秘密宝贝容易给人的，尤其现在末法时期更不容易。然后我们有道呢，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实践，他有做了就变了我们的啦，上天就要不回去了。所以那个错都是早晚一定可以成的要对自己有这个信心。因为当机厄难闻说见修偏一语，遂生这个疑惑，以为真信呢既受骗，应当呢一定呢周遍自应无碍自然呢他有这个障碍，何乃动被物碍？我们呢这个身体在动的时候就被东西障碍故呢向佛世真若此见性来周遍，必定呢是我真性而非一物一定呢是我的真性应当一切都无碍。那么今何不然？今嘛那也不是安呢我以观这个四天王的宫殿那个宝殿，那么使世界这个大小不定观那个四天王的时候那个见很大现在呢退到长那个见就变成很小在讲那个大小推至只见讲堂见性呢欲云周遍，自当呢一定长遍，自在无碍，何会呢大小收断收了，然后断绝了所以我今呢不是失意所在，愿垂
孔子为我敷衍示意，希望佛讲一讲这个道理。那么佛告阿难，世间的大小，世间里面大的跟小，另外啊，知守事业，所有的事，所有的业，各属于前程，它呢都属于眼前程的景象，不应呢收言，不应该讲，见有疏收，我们见有舒坦的时候，有收小的时候，见性不是那样，不是讲会放大会缩小。那么比如方器佛就做比喻好像那个四角形的方形的器具，中间方空，迄四角形的器具咱放在中间迄中咧，迄个四角的迄个空间迄个空间，咱看到就是四角的，以这个现象来问阿难，说无复问汝，此方器中的四角的物件，迄个方器，所见的方空，看到迄个四角内底的空，为复方不定方，这个四角的是固定还是无固定？了解这个意思吗？了不了解？器具物件，像讲这个茶杯，茶杯是不是圆的？然后呢，我们中间茶杯中间那个装茶的部分是不是空的？因为这个器具圆的，那个空的也是圆的，对不对？那佛就在问，这个空这个是固定的呢，还是不固定？不固定它中间的这个圆的因为器具是圆的，空间就变了。器具是四角形、方形的，然后它空间就变方形的，是不定的，对不对？所以我用这比喻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假如说那个定方的话，别安言气空不应圆。你伫四角的迄个空内底去放一个圆的器具，我们这个茶杯是圆的，然后放到那个空的器具里面，那个空应该不会变圆可是不是你放进去它就变圆的是不是不定？所以用这一种方法来告诉我们说法无定，它没有固定都是一直呈现在我们周围，什么现象就现象不是固定所以空中空那个中空都不固看看我们外面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形成里面什么样的结果这样了解对不对？所以佛呢做这个比喻。那么大小内知法所有事相业用那个事情相以及呢我们所用的工具该上下方圆等等类就是包含上下方圆所有的皆始于前尘而有留碍，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凡尘的景象它才有这个一些障碍留非观见性跟咱内性无关系啦不应的所以不应该讲既有疏缩断我们的见性它有伸展的时候，有缩小的时候，有断的时候，有相续的时候，不是啦应知见性不变。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那个见性它不会变化，不因境碍，不会因为环境它会有所妨碍。
见性啊随缘再大见大，处小呢见小那个啊都是随缘那么意非尘是所能碍，不是凡尘所能够障碍我们的见性不是凡尘现象能够妨碍我们的佛性，所以大小不定全由于尘，就是全部都是凡尘的景象。但得往尘自然无碍，把那个凡尘都消失了，因为凡尘景象都变化无常，咱把凡尘让它呢消失所有的障碍都没去那么今以见性与虚空现在把那个见性就比喻好像虚空一样。那么成相比喻器具那个器具完成的景象，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器具是圆的，是方的。那么成相有大小内外，见性无疏收续断我们的完整的景象有大有小，有内有外。我们佛性它没有伸展，没有收小，没有继续也没有断绝不去有方圆，空无定向所以一再详细的说就是要我们透彻了解真理，了解佛性的奥妙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一点的所以或许会说那按你讲真啰嗦嘞不会不会因为或许接触的时间就很长13岁到现在69一直都在这个佛系里面打滚所以对这个佛性的那个了解程度说蛮深入了深入的时候看到都会只要见到他文字，只要见到他经文，我就会知道佛在讲什么了怎么了以后所以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是白话，很容易明化，叫白话可是呢或者把它讲人拢甲我讲足深呢有影不是足浅又是认知的差差别，对不对一直接近当然就很浅若都不捌接近就真深嘛。所以当我们都透彻了解的时候都是很粗不深咱若讲真就是无接近无研究才感觉讲伊真深。然后我们呢一定要跟佛性一起生活，对不对？那把佛性摆在第一位，把第其次我们不要把在第一位，把佛性摆在其次，咱拢倒变啦佛性也无看卖管的有时候这个听到人家在讲说佛性真是偌济听了都很谢谢各位天姐，佛性一斤偌济以这样来的话那个真的差得好远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你说呢他一年要过几累积累出来的你搁看累积嘛就无法度甲一年所以要了解到假如说这个不跟我们体合作，佛性不跟身体合作会变成所以我们有看到那个植物那个就是身体跟佛性不合作那我们看到那个样子是不是很难？在植物人本身来讲，因为他没觉性
哈，就植物嘛，植物啊，看到花，看到树，植物啊，我们打它的话会不会痛？那个植物会痛。可能我内心就会想，咱无奈他也听不见，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身体跟植物交，它没有两相交。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水有风它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身体形象，它现在合在一起的话，就各出一半，没有形象的佛性让身体来表现，没有知觉性的身体让佛性来表现，然后就从我们行为动作去体会到佛性，然后从我们的性来照顾身体的健康，叫养生，对不对？所以两相得益，也都得到利益，佛性可以发挥，所以得到延续，照顾了。可是毕竟极限，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寿命大概都在100岁，180岁。那1岁呢，在我们的佛性比来讲，它很短暂。一刹那过去所以那个般若精华心经第一句叫做观自在菩萨，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讲观自在就是回观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佛性本体，它有10个10个自在。观自在，各位记得吗？不要记得的话，念念看。第一个性自在，第二个心在，第三个财自在，这个大家最喜欢了，每一集都有集。然后这个业自在，业就是身口意啦。身口意就是业，那业都在在。第5个呢，就是圣洁自在，圣洁就是我们所观的境洁净不能犹豫你犹豫圣洁的无所以圣洁自在。然后第6个呢，就是生自在。咱想讲出去做人，做小白兔，还是要出去那个这个三恶道去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生自在。然后呢，第7个愿自在，愿就是希望我们的愿希望能够自在。然后那个呢，神通自在，这个也都很喜欢。第9个就是智慧自在，第10个是华自在，华自在，就是佛才能够在法里面自由自在。所以我们要追求观自在，就是回光返照。我们本来就有这一些10个的自在，我现在想一想，觉得没有心自在了没有？大概最容易达到就是心自在，财自在也无限的，像你有功夫啦。那个要在家里的墙找到那个金银财宝容易，迄拢无去带，要哪有？迄前祖先有带，现在来了有。没有像活菩萨讲因为活菩萨呢，他们在修持过程都会讲贫道贫力都没有，就是都没有钱嘛。自己本秉德，可是他要布施给众生用的时候有什么？因为他看整个大地七宝无限
倒位有金啊，伊就讲咧加就会归球都有金，所以要布施的话，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众生用。所以那个佛菩萨有那个功，就是他们所修的、所累积做的、所行持的、所布的那一些财宝，它都可以拿出来用。那个呢，就是能够财自。可是我们都没做啊，就没有自由自在。所以就朝着那10个项努力。最后一个法自在，叫法王。那王子是菩萨，法王就是佛。第10个那就是佛了。所以说完成我们追求的方向可以很殊胜，不用一直在跟整个我们那个世界潮流这个结合。人咧流行啥，咱就对流行，对吧？有没有？现在大概流行睫毛，所以一去看在大众运输里面那个装甲非常多。各位看那个装甲睫毛好不好看？这个又见仁见智有好看有不好看不过后学导觉得很麻不麻烦？爱个念的对吧？拢好势。所以现在那个化妆那个展览那个超过10万人去抢购，他都卖得很便宜。然后也都会追一些这个某叉叉爱不爱个谁这个很麻烦麻不麻烦？今天因为是补的补工作，就是2月到那一天上班，还把它休假了。今天就是补上班了。然后就想说今天做不用那赶着要提早去做了的话，因为大家上班，那个上班的一起做一定有空位。然后也是很刚好我们那个站牌一上车，然后到要上高速刚好客满。那最后面上来一个小姐，也是要上班的睡得比较晚一点，所有的那化妆品从底下包，然后又坐在刚好剩下一个位置就连来坐落坐落开到下车都没有停止动作，冲下在化妆两边都擦，两边都抹。然后我不看也难就在我旁边这个我都前看也真的很难。那好吧，就看你在忙什么。活得很辛苦所以有一些国情不同。假如说在日本的话，没有化妆的就说你没有礼貌了，所以要化妆才有礼貌。可是我感觉在我们这边因为很自由啦，化妆不化妆你自己决定嘛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要清洗头发你洗得干净那个叫素颜，对不对？最漂亮很好看那种对不对？完成的时间真的很短，要把握了就是把握这个修道的
那个救。因为或者都会在开始的时候啊，就走入生不灭的修法，那很努力是生啊，一定有懈怠的时候就灭。那样的修法都不究竟。你在开始的时候啊，都已经走入，就是很努力，可是都抛开。矛不矛盾？不矛盾，很现实的我们常有为，可是心中都不住，会有为啊，可是你心中不住啊，它就进入生灭，就是已经呢真的不生不灭的修法，所以这一种那个修持方法，就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去实现。实际的开始就我相，也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整个呈现了，都是佛，那个叫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就因为在日常生活就已经达到最高的程度。这个自己心里面会知道了，用标榜，一标榜就是住相，一住相就是走道路，所以要活在逍遥自在的那个境况里面，真正的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很重要了。那我们修了很久到来20年、20-30年修的，全脚骨拢丢起来，人拢无去啦。为什么？2-30年前嘛，你妈安尼，都无共，无迄个变化我哪着去修？过来我都不过有2-3年时间，互我实验嘛，什么人都无去，对不？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啊，不讲那个第一分佛都没有讲话，然后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那个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整个都呈现，是对平凡、平常、平时、平淡那一种状态都呈现。佛说弟子们，我这样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呢也一样，要吃饭是吧？走一持钵，然后入舍下成其食，就很平常平凡的跟众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就是没有我。为什么？我都幸福啦，你弄我的子，你看没有阶级观念，对不对？要吃来分，没有说这个要递过来回来给他吃，没有。已经在开始他就没有我相了。然后要教导修道方法，他也不讲话。你按照我这样做成就。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三心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佛性都呈现。底下日已经呈现所以离开非法相，非法就是没有法了，没有法就是消极。我们消极的人生那个叫法他没有很积极，可是不住相所以真的已经开始的时候就进入不生不灭的方法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就回顾自己讲的话，住不住相？我们在家在家里头跟我们亲人讲话，住不住相？要说能够发现到我们讲的是圆满的声音，那就叫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也不是
有吗？你那囡仔哦，等咧大小便，你好清气哦，言不言音？但你放弃掉了。哎，然后我们跟这个家人讲，假爸哦，假爸，假爸的屁呀。所以这个都不是原因圆满的因素，所以你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肉入的都有它的缺点在，讲出来一定有那个完满的所在。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讲的时候整个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一些动作我们真的是很难做了，或者是在《道德经》的第几章的时候讲，而且那个时候在那个一个姐诚信到福山去卤一锅那个料，拿去给老天人吃。那到的时候那个陈姐就把那锅提位肚绑起，老天姐在主持处头前。用那个灯坐着，地超雷旁边都没有人，大家都在的。然后或许就要按照佛规嘛跟老千说，你老许进去参，老千就起来做什么？打毛巾。那或许看到那个动作，跟老千说，你老或许自己来。老千说。您哪课还是给后学打毛巾？这个擦的真的不安。然后从里面的只是磕头了以后出来，这个向老人家报表，向点过礼因为老人要说典礼那当然是要说参加后价然后老天人又站起来，又走到那个机端茶。然后后学看到又讲话说：“然后学起来，原来是客。”我说人家代理人身份高高做这个动作了，是不是表现了无我，没有我相了，有我相。所以那个大教授，我们那个道经去留学博士已经已经博士的学位当教授，他要给他的学生打毛巾我实在是弯不下来，拢安尼讲的，安尼压不乱，有没有偶像？有。所以两相比来讲都很强烈，打得很自然端茶端的也很自然，都没有一点强。所以那一种无我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表现无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呈现都最上升佛法无我无法无非要努力来过我们的人没有违法，所以表现的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南经的理论完全都是一样，所以是了解说道就在一样的行为就是道了，不是说特地的要怎么样。你看我们所做的离这个程度，离这个境界也还蛮远达到做到自然对吧？但你那吃饭开始了白甲拢靠出来了内底看你外口嘛，可是后来因为吃个就好势，对不对？那个从有为进入为所以我们在凡尘也是一样，
从我们这个可以做的，都很自然的一直做出来，就会这个道相合，跟真理相应。那我生活之中都跟真理相应的，我们不会造业了。所有的那个思想，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要放下？因为万年一放下了以后妄容易记，妄一记呢，真就会显，妄尽真显，整个我们呈现的就是道场，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这场所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快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不是很困难困不困难？不对，很容易对不对？差在哪里？在认知，头脑的知。就多人拢嘛讲，我安尼才对，伊都有唔对，一字尔，故是要执唔对啦，剩的拢对。所以我们要那个执固执的执去掉。一有固执的我相法相都出来，非法相嘛出来。你不固执了，明了就已经呢跟真理相应。跟真理相应生活起来不是快乐吗？所以或许道就是要在行持。要在自己的认知，认知很要，不要走入邪见那个不正确的见解自己要发现然后我们呢，每个人都会有那个很低估的骄傲，没我都没骄傲各位先生有没有了解咱那个骄傲跟比较就深没有，深到快，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它会出现真像样嘞，骄傲，尤其那个面对那个下阶层的人，你那个骄傲更容易呈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些能力很人那个骄傲一定出来，出不出来？一定骄傲了。我都没骄傲，那个骗别人会使骗不过。所以要了解到，或者说，既然落入凡尘现象，的骄傲一定有业。那假如说我们都能够修到成佛的阶段，那也不用骄傲，还很多众生都在受苦了，你躲不了，没骄傲，对不对？没有骄傲资格，也没有骄傲的本钱，就是要你努力去坚持去做，而且这个都能够成佛，能够脱离苦海。最好的，还剩下不到呢，这个10分，剩下18分钟，留着各位呢，这个提问的问题，好不好？好。好，走。好，那讲师在课程中有提到只要我们所是真理世界那前的业灾都会消失。那欧老师你只是叫我们来上性理心法班那我们如果认为是不是那全部的业灾都很严？你想得美
我们要知道啊，差不多这个西元1100年以前啊，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修道，他们都是投入整个这个生命在修，所以非常的专注。我们了解到这个顿悟法门啊，顿悟法门就是它没有那个渐修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我们在每一个渐修的阶段，这就是最容易住相，最容易迷失的时候了。所以一些那禅师他呢，因为投入非常久又很专注的修，所以能够呢变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就讲离其意上本来空，那么为了还息还数在，就是你了那个了就透彻的明白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归去，然后中间的过程是如何经过都透彻了解。那透彻了解不会对中间那个修正的过程被那一些成就耽搁迷失掉，不会。所以他了其业障本来空，因为回归到不生不灭本体，没有形象。那既然没有形象，请问业障在哪里？就是它没有存在的地方所在。我们全部都已经知道真理，不会住相，才没有地方所在啊。那假如说我们都还不够会住相，住相的地方所在业障呈现。当然我们要还业债一定要还，因果力它铁定的。那既有形有相，你就逃不开。那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业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的业，我们要去承受就不用。所以业障本来空，所以是非常高程度了，是要全心投入，要先呢当众生的那个牛，把众生服务才能够脱离我们所造的那一些的呈现。所以一定要了解了，不会说我们造了很多药，然后它不会果报呈现。不会那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不够，还没有到达整个都空态。假如说有办法了就整个进入佛本体，而且都是常住不迁变化，那真的就是已经有了，不用去接受那个业障的报，因为自己到那个程度绝对不造业。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一讲出来以后我们知道说它是需要什么背景条件才有办法说接受业障的那个果报那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最原始状态。那原始状态我们进本体就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没含藏善恶种子，没有含藏所有的那个三恶大力及万象万事，是已经回归到本际。那个万年不动分毫，
亿万年啊都不动，这样啊，所以还是业啦，造了业还是要还啦，我们想得美弄业障本来空啊，空是有空的背景条件。还有吗？还有10分钟。刘老师，好，你说。有2个问题请教刘老师。第一个问题是心经里的恨生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道行啊，咱台湾都会行知影无？你的道行心，就是讲你做的功夫啊，到都一样，有没有？它不是光一个一个就是这个已经实际在做恨很深，所以看你念心的因啊，是念行呢还是念恨？念恨的话是说你已经在做，念行的话是希望要做，他还没做了，所以要知道说我们恨实际的已经有做，而且又经过很久，功夫也呈现，才可以称得上这2个字的。那我们要行怎么样做？就是底下那个波罗蜜，就是要到清净的彼岸。你要呢所有内容都离不开清净的彼岸，这样才可以，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佛性含山河大地，不太了解其中的意思，请刘讲师再讲讲。那个呢，在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呢，会有讲述，说我们是因无明生三系，然后境界为长6出。那我们一念无明，就是我们看那个黄母性子十界那个老母把我们仙衣仙血回去把赶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转世，那个是比较收得轻一点，就是我们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一念那个念就叫一，念头都是业，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的行为我们知道业因的形成，可是那业的来源根源就是我们念头来，所以念头呢就很重要不能有，只要有念头就业形成。所以我们在凡尘一些年的欧利上欧巴上因为那儿女都才立业了，吃饱拢营营乌白想啦，所以遭遇都很坎坷。那个就是念头，它一直这个有过去性念头都在。那么那一些以往那个6道轮回里面的种子把它拉来跟因缘结合，因缘一结合就现象呢我们就要去接受了。所以了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就是要尽力就是把念头都能够约束，自己管制自己知道起什么头都自己的控制之下，那自己就不会造业连累，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有念头一念，只有一念，不多了，然后就写想业的形象，然后呢它就转向，转向以后就现象，所以叫因无明生3个很微细的那个理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向现象全部都是空了，没有不是说那个已经呢业相也看到，转向也看到，现象也看到，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那因为已经有念，就是已经有
有业了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念，那个念头啊是妄想，然后想跟我们的瞪目花老，瞪花老啊，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你都不眨眼，不眨眼会怎么样？眼睛疲劳，眼睛疲劳怎么样？会空中有东西，对不对？这个叫瞪目花。瞪目花了之后，它会暗为色，结打结的结啊，然后完成暗相，跟环暗相相为合，然后就成那个形象出来。所以各位要体会这个状态啊，我都讲你蹲下来5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你看看空中有什么东西，绝对有啦。每个人到的都不一样，绝对有东西，那个叫做结暗为相。所以把那个所有风土啊，已经跟我们的妄结合，那结合了以后啊，山河大地啊就这样形。所以山河大地啊，虚幻的、假的，它会变化。所以就列入摩西所罗侠魔宫。所以凡尘的万象都是摩西所罗在管，都魔宫。那我们心修道，就是把凡尘的这一些万象假象全部打破，就是把魔宫打破了。所以我们心修道的时候啊，魔就要来扰乱，因为要打破魔宫。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少人很探讨了。那我们刚好那个经里面啊就有记载这一段然后呈现结暗为色以后，呈现大地，就整个天地形成世界你佛在讲的世界啊，世之间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世界。那世界的形成就是我们的妄想跟我们的念头跟结暗的为色结合以后呈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有了以后，万象慢慢的都整个呈现所以整个虚空就是佛性本体。那虚空都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知相发挥，所有的相要呈现，佛性都不拒绝。所以一出来以后有形象世界形成了已经结暗的为色了，然后境界为眼长六出就是有境界了，现象了，然后我们就有第一个志向。那个志向不是智慧，而是说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能够分辨，这叫志向。第二个叫做相续相，相续啊就是一个接一个，它没有感觉相续相。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记文字相，因为已经有了我们有现象就有名称了有名称以后我们就记着那一些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名跟相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不要把它当成真我们要把这一些全部都打破然后这个记名字相以后我们就执取相，执着跟取，执取形象假的，我们把它当成真，要不要取？要不要把它永为己有？那个叫执取相。那执取相以后接着就是起业相你起业迷惑，然后起心动念，业造成
已经起业相，啊有业了就业系啊苦相，被业绑住了，你要受苦。所以境界为言啊，就长六出，变无明呢生三系，不是听得蛮熟悉的吗？有没有？所以三系啊，就是业相，然后转相跟现象，这个时候都没有了，没有形象。可是没有形象我们一直要看什么？看我们自己的业弟弟要甲看，要甲看他就瞪目花老，结案为色，这样了解吗？很冤枉，对不对？本来无的，后来也变要有啦。对，本来没有，硬被我们把它变出来。所以咱拢真搞啊，我们大家拢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啊都是假的所以佛经里面啊，只要讲到世界，底下都接着微尘，没有世界啦，所有只有微尘。微尘积聚啊，就变世界；世界粉碎啊，就变微尘。所以叫一合相，有没有？我们越研究就越了解了。原来一合相是可合可分。你看我们合一家人，一个人，然后一家人就变成一个家，然后合几个家就变一个邻，合几个邻啊就变成一个里，合几个里啊就变成乡镇，合几个乡镇啊就变县市，合几个县市啊就变省，合几个省就变一个国，合几个国就变一个州，是不是啊？一合相，对不对？都假的啦，可合可分啦，不真。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凡尘都是假的，唯有不生不灭佛性是真的。所以要对佛性深入我们去研究，原来没有三心，没有四相，佛性圆满都呈现，就亲切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神，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的老天仙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神给佛学机会学讲。这个我们念经有在这个印200本，所以各位假如说这个带得太重，就可以放在家里，来这边拿这边的看。那假如说你这个书上有写字，那个经里面你自己有记载，那你就要带来带去啊。还有很多的我们以前讲过的六祖坛经、道德经啊，以及现在讲的楞经，我们都有做这个 DVD， 然后也有做 MP3， 也有做 CD。鼓励各位大家都拿回去看，拿回去听，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我们北部这个烧肉很多，竟然收到我们这边，或许一看堆来一大堆都没人拿。各位家里都有吗？有。自己听自己看，然后也介绍亲朋好友听。亲朋好友看，能够都能够深入研究，何况我们老师又一直大力推广，一定要研究，我们能够深入我们的心性，都能够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啊？不敢很肯定答复了因为这个心性就是没有形象可是非常亲切我们都能够体会。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就可以超出人为
就可以回归到本位。所以这个呢是很难遇到的这个机缘有上天大开普渡才有这个机缘让我们回归本位不像以往要修到功果圆满才可以受记，受记才可以成道成佛。那现在我们都受记了就已经有成道成佛的资格，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成道成佛。各位愿意吗？那就要努力的先了解这个真理了解心性在我们身上呢跟我们的关系那很笃定的专一的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能够呢修正光明，真的恢复到本来。然后我们呢就接着呢这个上礼拜所讲，我们讲到第几页呢？39。39的哪一段？汝言不知思义所在，是这边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呢，你在讲不知道呢这一个真理的所在然后佛就讲那个真理义性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云何为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楞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性理心法那么多的经典就只有这一部是在讲性理心法。然后我们了解说他呢有一点没有研究是有一点深各位先生深不深？比起那个六祖坛经跟道德经是有一点比较深，比较不容易了解。所以开始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我们心的所在，我们心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呢所有的众生都会讲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还有印象吗？因为一般社会人士以及所有众生也都认为心就在我们身内。那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既然我们的心是在身内的话，那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的知觉性灵知的那个作用在。那么凡心所在一切均能分明了别，你的心你都一样一切都能够很透彻的知道。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内有五脏六腑，那请问我们看到了没？都没看到，对不对？所以佛又讲说那个灵知的作用能够让我们什么都了解。那怎么我们心在身内呢？不知道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我们抓生法掌，就是针指甲没有头发那个头发跟指甲的生长每一天每一秒它都在慢慢的生长。那我们看到了没？都没看到。它有没有在长？都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那个灵知的心不在身内。可是我们都会怀疑怎么会不在身内呢？这么亲切，应该是那我看到小孩子会不会长大？会。那假如说
我们的心是在身内的话，一定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生长，在长大，看得到吗？那我们长大了会老，对不对？会不会老啊？会一直这个器官啊，都接近不堪用的时候。那我们假如说心是在身内的话，我们应该都会知道了。可是我们既然也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心啊不在身内。那接着下来，阿难呢被佛这么一吼了以后，他就往外，在身外，然后讲另外6个地方了。那个是被佛逼出来的，不是他的本意呀，他的本意只有在身内。那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啊，也是要了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各位姐姐，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个就是最高品质的，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可是呢，我们都时常听到说无所不在，对不对？心呢不在内，也不在外，然后也不在中间，那么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呢，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我们不要那么笼统，那么笼统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小。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到，我们在日常所用的心它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么一回光返照了以后就会知道心很亲切，1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我们用文字来讲，叫做不即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在身上了；不离就是不离开身上了。这样了解吗？不即不离，心就是最亲切的，1秒钟都没有离开。只是我们不认识，然后我们呢研究心理学法，要对心先认识，然后认识以后先知道说原来我们有生灭的心，有不生不灭的心。那生灭的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生不灭是佛性的本体。那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先了解到本体。那本体了解了以后有体，然后有用，体用它中间还有一个相，体相用，有体有形象，然后有用。那我们呢就是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就是要先了解本体。那本体先了解，我们能够掌握那个佛性的轮廓。那我们掌握到以后就是等于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即心就即佛。成佛就是指真心成的，不是我们生活上所用的生灭心我们生活应对是万象，都是生灭无常变化。我们用的时候呈现，用就消失，所以那个是属于生灭。所以我们修道就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我们都一再强调，有没有？有。没有回应也是知道了知道说我们开始2年多前就已经标明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那假如我们用凡尘的生灭心来修，
不管修了几生几世啦，我们修了6万年，已经1000生来说的话，也不成道，也不成佛。为什么？因为都是生灭，生灭变化不会成就，所以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那找到不生不灭呢，又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很容易的我们只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放不下的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容不容易？很容易，不要把它想做很困难只要我们呢肯万念都放下了，完成事都把它抛开了，纵然这个天塌下来，我们也不管了，这个叫万念放下。可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再怎么放都放不掉了，它都呢跟随着我们，一直都跟随着我们，所以怎么放呢都放不掉。那个放不掉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我们不变之体已经找到了，然后呢再回顾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万象万事那个叫随缘之用。那所以经典本身呢，它记载那个不变之体呢，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极。我们很这个极静那个极。然后随缘之用呢，也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照。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有没有？我们看的话，假如说是看到这样的文字，那就在讲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的作用。有体有用。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找到本体了，然后作用就随着本体而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把本体忽略，就是不注意它，然后呢注重那个所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很多众生呢都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所以我们在之前就讲以我们呢那个嘴巴的舌头来比喻舌头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到东西呢各有各的味道，这叫随缘之用。那我们吃呢一定有吃完的时候，吃完的时候呢又摄用又归体。那个作用又消失了，又回到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不会很深就是很生活化。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有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叫照，能够呢照万物万事，它一样呢都会回到本体回来，回到那个极，所以叫极而常照，照呢而常极，极跟照同时，两个极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极照同时，有没有更了解的？就是有体有用。我们呢在凡尘就是有体有用。所以呢我们又回到呢刚才所讲，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先了解说我们应对凡尘万事万物那个是生灭心。那我们生灭心的背后为什么能够有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在支撑着。所以之前我们这边还没有推广，所以要关照念头。之前或者在北部呢，都会呢这个要所有这个前贤来关照念头，因为佛性本体才能够生发念头，所以我们观念头就是在观佛性本体。可以想一想，
念头是我们头壳啊生出来的，还是佛性啊生出来的？是我们佛性生出来哦，不是头壳生出来啊。我们的那个头脑啊，它不会是念头哦，是我们的佛性啊生发。所以观念头啊，就是观佛性。因为后来后学发现说，观念头啊，我们那个观的方向错误，不是呢观那个能生发念头的佛性本体，而是呢观啊已经生发念头的内容那糟糕了，我们越观就越多了。各位有没有观过念头？越观越多还是越观越少？那就是进入啊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一进入内容了以后啊，哇，千差万别了。所有的念头啊，都是从我们佛性生发，所以越观的念头就越多了。所以后来才觉得说，我们做万缘的放下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种那个毛病去除掉。就不会呢越多的那个念头生发出来，越观就越烦恼。本来我们观照念头是要消灭烦恼能够呢观照啊生发的那个源头原来是佛性生发找到源头了，烦恼就消失了。结果我们从这个根也着手，从那个尾巴那个枝叶着手就越观念头就越多就越烦恼。晚上睡觉啊就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改变方法了，万缘放下呼呼大睡，就很容易睡得着觉精神啊都放松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修持的法门非常多，那看看我们适合是哪一种修持方法，我们就可以拿来用。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先了解到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然后呢我们了解说我们从有为有所作为，然后呢进入无为。那么无为无所作为，就是佛性本身呢所生发。那我们已经六道轮回太久所有的习性习惯性都是脾气毛病。那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也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现在养成非常多的贪嗔痴。那我们落入情绪就不讲理。那越来的人生呢就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受的苦就越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在日常生活我们要去掉佛性所没有的习惯性。我们的习惯性各位浅浅有没有回光返照我们的习惯性？大概都没有了。这个跟人家计较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回光返照，对不对？对呀。所以呢因为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习惯性都不合真理。因为不合真理，所以我们那个心性就没办法清净。那不清净恢复不本来光明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就要自我勉励要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看看自己的那个习惯性就是我们的那情绪。各位有没有培养控制情绪？不可以有情绪我们情绪好情绪坏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周围？是而且很大
假如说情绪不好啊，这个别人呢一跟我们一接触了以后啊，他就要赶快离开，不然呢这个会有一些灾难会降临，所以我们了解说修道啊不能落入情绪，一情绪啊就不讲理，一不讲理啊就造业了啦。所以一定要去掉，先把那个情绪啊管理好，都能保持啊这个很良善的那一种心态，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啊电线杆都有贴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有没有？我们说照这样做了，这个存好心。然后说好话，做好事，虽然讲出来很容易啊，做出来倒是有一点困难，这个存好心还可以，可是变化也很快啊，我们本来是存得很好心，可是稍微一点点吃亏啊，那个存好心就不见了，马上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生灭心啊，变化得很快，要认识它，不让它呢来主宰我们所有行为，要认识，先呢知道呢那个我们的生灭，那生灭心已经能够控制了，我们就慢慢可以深入。深入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日常所用的呢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时候就不容易造业，那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要找到我们真心的时候，因为是它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之间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可是我们所能够这个感受很深的却是生灭的心，而且很强烈的引导我们的走向也是生灭的心。他说一定要认，然后呢慢慢的能够以自己走路不生不灭来主导我们的行动中，这样的话呢是从有为然后一直做到无为，像小孩子吃饭一定呢要先开始喂他吃，然后慢慢呢叫他自己吃，当他呢这个开始自己吃的时候都不很理想，有一些饭粒都掉到嘴巴外面，可是呢他只要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了，会了以后慢慢长大，自己会吃饭了，自己会自己的生活，那就已经他是从有为已经做无为。那我们也一样，从这个生灭的那个心来做起，然后一直做到不生不灭，然后当我们已经都非常的习惯，把不生不灭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那所有呈现的都是真心。所以我们各位姐姐，我们平常在用真心的时候用的最多是在哪里？各位都有经过年岁都蛮大的嘛那个男女之间恋爱有没有？是不是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有没有都没有他们都骗，都是虚幻的都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用真心用最多就是在互相之间情投意合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嘴巴没有讲，
可是心里面啊，是不是一定在想说，我是真心对待他的？有没有？承不承认啊？不承认会嫁给他哦，哪会娶她做太太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有经过那个阶层。可是哦，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的真心啊，是建筑在四心上面。真心啊，建筑在四心上面。那四心啊，就是生美，认识的心啊，它是生美的。啊，所以只要时过境迁，会不会变心？会。哦，假如说真心的时候，真不会变的。啊，那个都是不真。那为什么不真？当在恋爱的时候啊，或者都讲，海水会干啊，石头会烂，够不够厉害？我们都很自然就讲出口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心啊也是很真。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假如说不真的话，能够到这个程度吗？可不可以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到这个程度嘛，所以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个程度真的就是很真啊。那或者就讲，这个时候的真啊，就是建筑在四心上面，就是认识的心呐，就是跟他认识以后交往，互相之间呢，这个内心啊，付出就是真的。可是那个时间啊会变化，时间已经过去了，环境改变了，心也就改变了。那心一改变以后啊，拉得回来吗？已经拉不回来了啦。那个都是人生的悲哀，对不对？所以啊，拉不回来。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所追求的啊，就是实相。我们是上个礼拜呢，还是上个礼拜，不是一直在讲实相吗？有没有？都没有印象啊。一直推广，说我们一定呢要走入实相，实实在在的形象。实相就是没有形象了，因为有形象就会变化，就不称为实了，它是虚，是幻，是幻象，是虚象，都不实在。那实相就不会变化，所以我走入实相。那实相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叫实相。没有形象的，可是确实存在，让我们很强烈的可以去感受到，可以去保有它，那个实相。然后我们要追求，追求实相，在实相之中啊生活，说这个遭遇的所我们付出的呢，都是从实相呢出来，都是实实在在，所以呢，我就是要真正的踏入修道的轨道，走入实相。然后我们把它推广，整个虚空之间啊，都有我们真心佛性在，所以啊，整个虚空呢，叫真空。叫妙有，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法身，法，就是呢不生不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个法身呢，就跟我们很亲切的在一起。所以之前呢，我们讲那个句语或者说要各位能够背下来。然后去做，说讲真人不讲理，
处处呢就随着你，睡时呢伴汝眠啊，行时随汝行。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呢，知佛皆欢喜。记得吗？记得。那个真人不讲理哦，不是说他霸道，而是说我们那个真理呀，不能落入对待。一有对待哦，就不是真理啦。所以真理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各位都有看那个，不是我们那一个文章啊，他就讲我们那个真如啊，它是偷根偷尘，离身呢离界，离言啊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的。然后我们了解呢，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这个离言独立的那个真理，真理不落入对待，所以不讲理。一讲理啊，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两边啊各有说辞啦。那这样呢就没有交集，就不是啊，我们要追求的那个啊，就近了义。那真人他不讲理，他处处啊就随着你，一天24个小时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知觉之中，都在我们直觉性里面，所以啊处处啊就随着我们，睡的时候啊，伴我眠，醒的时候啊随汝起，不管是睡觉还是醒的时候啊，他都在。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可是佛性啊认识我们。有朝一天啊，我们看透他，已经知道了，知佛呢皆欢喜，又多一个佛出来。因为啊是一个不讲理的真理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也就是佛的本体。这样了解吗？很亲切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修持啊，很亲切的呈现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所以我们在生活时时刻刻要告诉自己说我的真心所在是在哪里？各位先生，答案出来了没有？真心在哪里？还没有真心在我们知觉之中，真心呢在我们的了了分明之中。这样了解了吗？我们面对万象万事，我们有了了分明的时候，有迷糊的时候。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真心。真心所在，因为没有形象，可是呢，我们可以切实掌握，切实体会。这样了解了没？那么困难吗？因为没有形象就不容易把它呢写出来。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有用，都有运用到。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就是要了解它是属于生灭的呢，还是属于不生不灭。生灭的我们一样要用，可是就是不要住。像说嘴巴的舌头不变之体。然后呢，我们吃花生啊，随缘之用。那各位先生，我们吃花生有没有吃完的时候？材料的料啊，对不？吃完就没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随缘之用啊，就在我们那个吃完了以后，那个随缘之用就用完了。用完以后呢，它摄受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又回归到本体，又回到我们舌头回来。然后舌头这个时候在吃面，是不是吃到面的味道？又发生了随之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佛性这么奥妙，
它有这么广泛的之用。不要把随缘之用当成本体。因为假如说把随缘之用当成本体，我们不会摄用归体，就是完了以后不会让它回归到本体回来。可是我们是不是自然而然？你不用去做什么动作，它就归到本体回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吃这个时候吃梅子的时候，就变梅子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了解到佛性非常奥妙它可以让我们很广泛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好好用它都是生灭的，不要住相，这样了解吗？很活泼的啦，修到很快乐的要了解越研究就能够越深入，越深入我们就越能够掌握到我们那个生命的脉动我们可以就是把那个身体的四大假合完全都脱离我们不生不活现本体。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不要怕没有路可以去各位学姐，一口气不来我们到哪里对啦，只有一个答而已呢。说我们到理天啦，理天在哪里行袂着定就在当下。我们呢就是要到理天离道理的天，道理的地方所在。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这一些这一些有没有真理所在？有没有？怎么不敢肯定呢？这个呢都有真理所在，所以我们呢一口气不来就要归养那个道之天理天都在我们当下现成的圆满的都不缺欠的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生从何来，然后死呢又到哪里去？我们生从哪里来？死的时候要去哪里？这个倒有标准答案了生也从理天来，然后到理天去我们都在这里世界之中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旁边也有那个《金刚经》，里面呢最好呢就是31分呢所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我们都一再提，有没有？不取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佛性呢如如不动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有佛性在所以我们不到哪里去，哪里都有佛性佛性都有，所以说不用来来去去，不用搬家，这样了解吗？那假如说社会人士他不研究不知道，那就会被业所推善业恶业都会把我们推到现象去现象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不研究的话一样会被业力把我们推去现象。那假如说这个为非作歹业力一推就一定是三恶道了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那假如说都是行善，那我们被业力一推就可以到那个六欲天就是欲界的那个6个天，我们可以去享福，这样了解吗？好像很生疏要往地狱的多呢，还是要往天堂的多？都是行善吗？都不敢回应呢
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跟我们的日常那个行为啊，很关紧要。假如说是利众生，对众生都有利益，那我们做以后呢，又不记在呢脑海，那么我们的福报啊就蛮大。那假如说我们又把福报啊抛开脑海，脑海完全都不记忆，那就进入啊我们性分之中，那就叫生殖得本。我们种植啊，我们道德的根本。那生殖得本啊，往后共周上就可以坐得住了，就不会倒下了。这个众生一朝拜啊，我们都坐得住。当然不是说我们都这个修道啊，就要想坐在沟上，那个是自然而然众生纪念啊，我们对他们的那个帮助所以呈现的那个动作，不是我们自己啊然后花钱去盖，是众生纪念才盖的，那个才叫符合真理啊。所以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就是啊利众生。他要利益众生之前啊，先要自利，自己啊得到利益自己啊该怎么走，自己都很清醒然后呢引导众生呢来走。我们不要呢当面白云啊，很苦口。后面那一句呢？几多归鸟尽迷巢，所以引导众生呢，就是要引导他成道成佛，不要呢就使他迷路了。我们当呢一片白云的话，他的鸟巢啊，他的家找不到方向了，那我们就做罪人了，还以为呢功大德大，做罪人都还不知道。所以要了解说，不能这个危害到众生的慧命，这个生命啊还很短暂，慧命啊是长远的，永远都在的慧命，我们不能去危害，要使它能够发挥它的光明，这样才是正确。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要头脑清醒。时时刻刻啊都能够把真心呈现，这样能够呈现吗？就是要了了分明我们的那个知觉性啊了了分明就是不生不灭真心啊呈现的时候，这样了解了吗？很深吗？不会啊只要用一点心我们就可以进入所以佛这个七处啊真心所在。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指点了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无所不在的。这样了解了吗？无所不在不是这个含混的不是我们台湾话讲含里口里不是那样的是很清醒的所以要了解我们的真心一呈现即心就即佛，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方向目标很明确即心即佛就是要追求这个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言不知大小缩短之意所在，而见性大小之意不定之性如虚空一样虚空随气而现荒原之相这个虚空没有形象它不会拒绝知相发挥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云何唯有定在也就是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
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心啊，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回顾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呢，假如说没有房子住啊，这个一出去以后就会注意房子，它是贵呢还是便宜，是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地点好呢还是不好，风水呢如何，是不是都会注意这样？心有没有守住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出门啊，都用11号，就是啊，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机车，也没有汽车，就用2条脚，是不是11号？然后啊，我们就会注意啊，注意这个行的工具啊，那心呢就被呢这个行的工具占据了，有没有住相？很容易住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心啊很容易被外境啊所影响。这个我们在讲心理心法这个一直在放鞭炮。我们就让它庆祝。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辗转解释见性无碍。我们那个见性啊，能够看见的本性没有障碍。那么故为阿难呢？如今呢，欲令虚空入无方圆之相，但此啊，必之方圆。只要把那个器具除掉的话，空体啊，本无一定的方圆。那个空之体啊，没有固定的那个形式。那么并收敛持去之方圆以外，正处啊虚空方圆相之所在所以虚空啊没有形象，虚空无相无相的虚空啊，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已经也是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性本体一样啊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生它也不灭，不生不灭所以永远呢都长存都呢能够长存在这个整个空间。若如问若如汝问入世之时，收现令小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在问进入那个讲堂的时候进入室内的时候把我们的见性把它收小了。然后佛就讲，我们呢这个抬头仰观呢那个太阳那个日的时候离取晚见即以日灭。你把你的见性已经呢跟那个太阳的那个面那个光明面已经相合了吗？若指强语能夹间断。假如说我们盖的那个墙壁以及屋檐能够呢把我们的电线这个夹断的话，然后我们把那个墙壁穿为小洞，就是呢把它钻一个洞，连无迹迹。我们从那个小洞看出去
那个呢，外面的形象，里面的形象，它就连接起来，然后呢，跟那个阿难讲说，失义不了，你所认为的这一些道理呀，都不合，跟真理呢不合。那么佛要呢，当机阿难自己审查，记录事内的时候，狭见我们把见性把它缩小了，则呢光这个太阳的时候岂能够呢晚见其以入面，就是我们的见线跟太阳那么宽广，那么此来令审，就是自己审查观察，要我们自己来做答案。那么观日微疏，我们看太阳的时候不是把界限疏展开来，那么记录室内的时候不是把它缩小，不是把界限缩小，所以我们的的见性没有这个呢大，也没有小，没有大小分别。若持强语能辖汝见令断，盖的那个墙屋檐，那个雨就是屋檐，能够呢把我们的见性夹断了。那将那个墙壁穿一个小洞，这个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外面接续里面的迹象。那么此意呢令阿难审查观察，专无寂机，那么自知狭无断，不会呢见性不会被我们呢夹断。那么疑收疑断既非正义，我们怀疑它呢会收小，怀疑它呢会断的，见性会断的，这个呢都不合真理，故呢次之曰是亦不然，跟呢这个阿难讲说不是这样的，底下呢就讲这个他的那个答案。一切的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就是没有开始了，因为我们的佛性它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没有个开始。那我们众生呢，从无始没有开始以来，迷己为物，迷昧我们自己变成东西了，失于本心。我们的本心已经呢失掉了，我们有没有迷己为物？我们都认为身体就是我，对不对？身体是不是东西？所以假如说别人家骂说你不是东西，应该是要说谢谢你，我真的不是东西，我是活菩萨，不是东西，所以这个佛就讲，我们众生呢，迷己为物迷昧自己变成东西认为身体就是我，是不是东西？现在还会不会认为身体就是我？还是会的对不对？不是不，这个身体是什么？我们都还会认物为己，很灵敏的本心就失掉了，失于本心，失掉本心。所以佛这样讲呢，我们了解意思了吗？是我们都失掉本心了，这么灵敏的本心我们都不认识，因为都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都不管它，我们所管的都是身体对不对？身体都一直管所以才有那个排毒的动作，说还蛮贵的，贵不贵
很贵哦。哦，有没有排毒啊？这个毒会害死人的哦。知道毒怎么来的吗？我们要了解哦，毒啊就从贪嗔痴来。一切的毒啊都是从厌愤来。我们有厌恨吗？有没有？在生活之中，对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恨？有没有怨？那个都是毒哦。真的要排哦。还要花钱。还蛮贵哦，听说还蛮贵。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啊，他就有一段记载，他说有那个这个修道的人啊，想要害他了，要把佛害死，就是那个嫉妒啊，嫉妒的心啊，想把佛害死，然后就把这个佛示现啊，在凡尘，跟我们凡人一样，有吃饭的，有吃东西。然后就把那个毒放进那个东西里面，要给释迦牟尼佛吃。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了，他知道说这个食物里面啊有放毒啊，放毒。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说我们凡尘最毒啊，就是贪嗔痴。那他已经把贪嗔痴啊，都已经修持啊，去掉了。没有了，没有贪嗔痴了，所以这个放那个碗里面的那一些毒啊，就根本不滋味，不用怕，他就吃下去，真的就没事了。可是我们大概还不行哦，我们一吃了大概会跟凡尘拜拜的，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呢，迷己为物啊，失于本心，那本心啊，就是没有形象，不是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我们都失掉了，失于本心，然后为物啊所转，我们被那个东西呀，所影响，所转换，我们整个念头，都被这个物形象所转，为物啊所转。我们有没有被物所转？这个物啊可以引起我们高兴，引起我们不高兴，对不对？很强烈强不强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真的佛在讲的都没错。任己为物啊，失于本心，所以为物啊所转，被你这个东西啊转变，故事中啊观大观小。我们在呢这个有形有相的里面啊，我们会呢观大观小，东西啊形象啊大呢还是形象小，观大观小。那么若能转物啊，则同如来。然后我们能够转物啊，各位天人知道，我们转物啊，就跟如来一样。如来是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的佛性啊，可以转物，而且又很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又很容易见到的东西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凳子这样一排，这个脸都朝向这个活菩萨，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把那个凳子一转过来，我会转到哪边去啊？很容易啦，转到看后面啊，转到看右边，转到左边啊，可不可以啊？所以能够转入就同如来。我们能不能转入啊？就是可以，很容易转，对不对？你摆什么方向，它要变什么方向的，容不容易转？或许因为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跟老千在一起生活，
那刚开始啊，这感恩楼盖好的时候啊，老千就从福山然后过来这个埔里感恩楼这边生活。因为感恩楼呢，就只有或许跟老千两个人住，那个房子啊，各位有去过天佛院吗？有。有过那个感恩楼吗？有。感恩楼你面对感恩楼啊，那个右边就是老千住的，左边就是后学住了。当要相处的时候啊，已经住在一起的时候啊，老千就把里面的东西啊，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了。老千搬一定要后学跟着搬，对不对？两个公给耕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在想，这个应该是假霸修油。各位知道老千意思吗？老千不讲就搬东西啊。或许也是经过蛮久的时间才体会说，老千要我体会这个若能转物啊，即同如来，知道吗？老千不用讲的，用行为动作。我们会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大概都不会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啊，或许因为各位假如说有听那个道德经大概是21吧，对不对？或许不是讲老天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第一分的时候，那个视线那个周一持钵有没有？一定都没看的啦，也没听，所以都没印象。你看最好的法门都已经送给你们了，你们都不要。老天实现无我、无法、无非法，跟那个释迦牟尼佛示现给菩提是一样的。或许不是说那个台中那个陈姐陈县卤了一锅的那个塑料，他拿去给老千吃，有没有？那还好了，有听了，是那个最好的部分都没有记下来，因为到福山的时候那个老千身边都没有人服侍了，很多山财都不见了。只有老千一个人坐那个圆板凳带一个斗笠坐在那个主持池门口。然后或许就到那个门口，陈姐就把那个卤料拿到厨房去了。剩下后学给老千人，那后学说给老千讲说，您老后学进去参加，老千就起来了啦，从圆板凳起来。然后就打毛巾了。那或许看到那个动作就向老千说：“您老后学自己来。”老千说：“您来是客。”打毛巾。那后学筹擦一擦就进去参加。参加出来向老人家说：“您老向您老点过礼。”像点恩师说参加了，像老人家的话说顶礼，顶礼应该是要跪着啦，可是我们都是用嘴巴讲，然后老千就走到那个茶几那个端茶了，然后或许又讲说，您老或许自己来，我给你评就好了，自己来，老千说，您来是客。老千是不是没有我相？代理天命已经是最高，那或许这个开车的应该是最低。老千都没有那个观念说他是最高，我是最低，没有平等。
所以啊，给或者打毛巾啊，给或者端茶。我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有原因的啦。哪受得起呀？还有那个德位菩萨那个张千人啊，因为大姑或是给大姑开车了，大姑跟张千人很默契，就是很难得的，每次啊，大上台北一定会去拜访德位菩萨张千人。张千人他身边没有人服侍，他不要，他有那个儿子媳妇，就住在云溪街，然后后学在大姑到了以后，张千人就削苹果，还有那个梨子，削水果了。然后后学一看说，领导后学自己来，自己削自己吃了。他说：“你来是客，你去坐着。”是不是这个都有原因？然后到永和去找那个李千人那个三峡李律师啊，那个李千人，他也一样啦。这个真的是谈话说爱看捏嘞，不然会倒下去。所以你看前人辈的那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来就是把真理能够呈现平等没有高低的。我们就是很难，难不难？很难这个假如说这个位阶比较高的，要把那个位阶比较低的人打毛巾这个大概都腰弯不下来，弯得下来吗？可以那很理想所以或许就体会说这个老天在生活之中把那个真理用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饮食吃的就是那么小的大概7分满一点点菜，喝一点点汤，3餐都这样，很简单。所以或许都会讲苟且易养，苟且就是简单那个在天运篇第5小段各位都有看吗？好像或许有译过来的就是能够这个在生活之中都很清淡，所以到90几岁的时候健步如飞，或许跟在后面要半跑步才跟得上。那我们吃得太好要坐轮椅知道吗？吃得太好要坐轮椅。你吃清淡一点可以健步如飞。所以在生活上老人家这个视线也或许看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感恩学到很多了。那现在都是把那个真理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能够这个转悟的话，就跟如来是一样。当后学已经体会了说若能转悟即同如来，老天就不搬了啦。东西不搬了，让它归位，都已经定位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不用语言，用语言讲话不生动，用行为来表示体会就深。
所以这个或许从这个13岁啊一打坐开始，一直到今年69岁啊，全部都是投入呢，在怎么样来修道，怎么样明心见性，怎么样利益众生，可以说都是在这方面。所以很多都是自己本身去实验，实际去做，然后有功效才出来教人，不会说这个道听途说了，这个讲的都不负责任的，那不会了，这个跟先前听或许讲有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投入了一点点像那个啊我们说在这个五行那种那个造化的那个椅子中，或许也自己体验，然后呢在想说我们这是不是真的会有那一种倾向，还是真的比如说有那个金钱往来的朋友那可是在这个要试验的时候已经互相都不这个切欠了，都是还清的。然后我就想，我说我们人的那一种是一种这个叫做那个气数会影响，那就这样像那个有金钱来往的讲，我说你欠我50块那么久了怎么不还？是试验各位知道他听到怎么反应吗？不是都还清了吗？我不是都没有欠你了吗？第一个反应然后我讲说你想想看，他就走开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模拟他的脑筋在想，这个有向你借，可是有还，后来又有吗？好像又有还，就在那个模拟的状况里面，然后经过大概2、3天了，他真的拿50块来还给我，是不欠我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的脑海之中被这一种气数会影响，然后我就后来就试验到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人的身上，我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脸色那么难看本来没事啦。可是我讲了以后他整天都不舒服，他真的一直在摇他的头然后再经过几天转一个方向，说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怎么满脸春风？很好看本来没事他听到以后那个走路很奇怪。各位姐姐，我们在不在气数之中？要自己笃定容不容易？是不是要先认识？所以培养自己对自己佛性信心。你对你不生不灭的佛性信心，人家讲好，人家讲坏，跟你有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关不关？有关还是无关？还真的有关不但有关系还蛮大。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的那个对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信心都不够没有那一个绝对的信心。所以仁义礼智信，信机中，然后统事端，
见万善，非常重要。哦，信为道源啊，功德母。你相信佛性了，它就是道的根源。你所有行功德的源头啊，就是从信来。所以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哦。可是我们都不够啊，对佛性的信心都不够。一用信就相信外面人讲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啊，都跑到外面去了。这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真正的精手在。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佛性，笃定。他要怎么相信呢？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不断反照，一反照了，直觉性就出来，灵知的作用啊，整个呈现，真心啊也呈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心，就是这么鲜活灵敏，能够时时刻刻啊，都使他觉知，就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我哪可能造业？不造业哪要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我们研究这个课多好，对不对？所以要努力。一切众生呢，皆从无始无明自地而来。我们呢都是从无始无明那个住在无明的那个地位地步而来。那么迷己真心而为万物。迷昧自己的真心呢，认为是万物。不了呢，万物啊皆起。遂思本来一体。这个后面这两句最重要。我们要知道说呢，万物都是我们自己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万物皆起。它本来一体。我们跟万物、跟山河大地跟所有众生都是一体。了解真理以后要不要计较？就不要。就不要分别心了，对不对？就没有喜欢讨厌了，对不对？不喜欢讨厌了，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会背了没？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翻过来虽是本来一体是真心，而执心外有实法。我们执着我们心的外面有实法，然后不达万法为心，就是呢不通达万法呢都是我们的真心，虽有呢心物之分。有心跟有物那个分别，归为物不为心转，而心反被物爱。我们的心呢反而被物所障碍，故于一体之中观大观小。本来就是一体。我们的身心呢跟山河大地跟所有宇宙的一切全部呢都是一体。逐渐迁移，我们追逐那个环境，追逐形象，然后呢变换我们的那个心意，动呢被物爱，我们一有所动被一些形象障碍。那么须知物本是心，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真心。迷之为法，则能爱心我们迷之它是东西的话，就能够障碍我们的真心。如冰原是水，那个冰原来就是水，那结之成冰则能爱水。一结成冰以后它就妨碍水。所以那个铁达号为什么会沉船，就是撞冰山
冰就是水啊，它变成水啊，那个船去撞水就不会沉了。可是呢，它变成冰的时候啊，船呢就沉了，就死了很多人。那么果能还迷，我反过来不迷了，自可转物啊，就可以转换了这个万物。转物者啊，即转万物为自己，把万物啊转成就是自己，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如融冰为水，把那个冰呢融的化，那就变成水。那么水质不至于爱水，水就不会呢爱到水。那么转物之功呢，虚品妙智。我们要转物，就是要有智慧，领悟圆融的道理，破呢法执，悟明心外无法，领悟呢了解我们心的外面没有法，法为心，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心，转万物为自己，把万物呢转成自己。则知我与天地同根，万物皆无一体，万物跟我都是一体的。那么持有四法界而误入理法界，从事然后进入理，整个法界全部呢都是真理。那么汲取研修，圆满的修持，黄尘入显，把凡尘呢都让它呢死亡了，没有凡尘的景象，没有凡尘的事，全部呢都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以性呢来融尘，用我们的佛性来融化所有凡尘的景象，则同如来，就跟如来一样，以妙明不生不灭之自性和如来常，而如来常微妙觉明，圆照法界，理不爱事事不爱理，所以我们要用妙明不生不灭，妙不变之体，明随缘之用，不变之体随缘之用不生不灭，那个自性已经和如来常，如来含藏舍大地，如来含藏我们三恶种子，而如来常为妙觉明，如来常之中就是妙明，能够圆照法界，圆满的来照彻我们整个法界。理不爱事事不爱理，理事无爱，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所以那个形象都融成全部都是佛性。而正入理事无碍，法界则同如来，跟如来一样，这是我们的佛性本理。法身如来，以理为身，用这个真理为我们的身体，圆融无碍，随举一法，提及身，随便举一个法出来，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法身，有理事无碍然这个身界无分，就是我们的身跟世界就没有分别了，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在小的形象之中有办法显现大的这个事情，大的事情，大的形象有办法显现小的真理。而正入事事无碍的法界，即如来这个称作用一切自在，就是佛性的那个整个功能大用都呈现。那身心圆明不动道场，我们的身跟心身是法性身，心是妙明心，都能够圆满能够光明。不动道场如如不动，道场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那么以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一毛端就是我们那个正报的最小，然后遍含十方国土就是一报的最大。最小的一个毛孔可以包含整个十方国土，所以就是已经大小已经都没有障碍了。众生迷的时候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则被四大留爱而不远。我们被所有宏图已经留爱不远了，然后妄认六尘眼影为自心相。我们六尘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它我们攀岩留下的影像，认为是我们的心相，则被六尘障蔽而不免。即是认物为己，已经把东西当成是我们自己，又妄认知法心外实有，不知道所有知法都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不是心外的，是我们心内的。所以假如说认为心外有法，就是迷己为物所以动被外。那么心既能够转物则身为法性身，圆照周遍，心为妙明心灵敏洞彻。万物身心本来就是一体，即所谓的彻华严之体，彻华底缘，无动无坏。它没有这动的全部都如如不动。身心即法界不动之道场。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非常的宽广。毛端就是一毛头实以正报，正报就是我们身心依报就是我们环境。那么正报最小就是一毛端。国土就是佛刹大千世界，实以依报最大。毛端含国土，即以正摄受那个依，以正报来摄受依报。那么国土在毛端，即以依报入正报。毛端来看国，从一个毛孔，我们身体的毛孔来看大千世界，而国不小极小中能够谢大。那么国土来观毛而毛这个不大。我们国土观毛这个毛是非常小的，极大中现小，好像一尺之见。我们那个照那个镜子的镜一尺之见，而现千里之见。镜里面可以显现千里的景象。镜在镜而不小，那个这个环境在镜子里面它不收小。那么镜子含整个环境而有余都还有剩余。所以依正相摄，依报跟报互相交涉，不相妨碍没有妨碍。大小相融无不自在。这个全部都自在。极广狭自在无碍玄门。这个广非常广，狭隘，广跟狭都非常自在没有障碍。那么前面故于世中观大观小，乃是正报被依报所障碍，见性被境界所牵移。那么此则非独不爱不颠，且能相即相入，而成无障碍之妙用。且都没有障碍。又较前王尘境界更是甚深。就是把凡尘的所有景象、所有事情都让它死亡了
叫王成，能够王成的境界啊，就进入法性，进入佛性，不生不灭。不但呢圆照法界，而得理事无碍，能够呢圆照整个虚空法界，可以理事无碍，此则呢大用自在呢，而得呢事事无碍。所以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已经呢圆满呈现。那么见性之妙啊，无以加以。见性的奥妙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不研究呢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第7番呢就是呢这个显见呢不杂，第8番呢显见不分。那我们呢这个今天就讲这个到第7的那个显见不杂无碍显见无碍的那个内容。那剩下呢还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是要留给各位这个提问。好，请说。刘讲师，各位讲师好。刚刚后学有在楼下跟刘讲师稍微提过一下后续要包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记录一下，或者是一口风那个洪耀先讲师。后学提的问题大家当做故事但是后学不把它当做故事那后学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后学当然这个也不算是耳朵严重了，它是后学所提到的，就是说在今天有一个谈到有虎的那后学就是讲说这个问题是代替一个讲师来后问那各位学习就不要觉得很奇怪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后学听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道场，然后他归空，但是呢归空刚刚所讲的我们应该是要回到以前但是他没有回去结果地狱呢又没有办法下去，那就变成有鬼。那后学又跟他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好意思讲，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前道的讲师当做是故事他是真是讲没关系。他说他跟道场的浅可能因为一些理念不合那后来呢就是没有在道场或者有对手边语伊讲你就自己看经典，自己看经典你看了一段时间呢，你把那星空这个道场都是是非之地，所以就是没体就是自修就好了。后来那些道基后来光无行，不然都有行，2天无行，3天无行，尾仔新的令，令到尾仔无想要行，后来他说他归空之后，那些道基的9年系统，拢无在帮伊刷，后来就回到天堂。老师就讲你等来天堂也不必进因为他就是说前都没好当然有愿所以老师就不准他上去，他说后来去投胎。去投胎他觉得说他也没有办法去投胎，那老师就说随着你的业种后来业力就反推到人间就是说当有虎那有虎他以前讲是后来他也是就是在讲的等于说一样当讲师那因为他认为说他以前那个浅显都不太好，如果刚刚把那个浅显不对，可是讲师跟浅显在上面的问题不是很看的。后来大家觉得说他现在他的位置，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有上面的帮他顶着，所以他觉得说在现象就是在人间这个他觉得很没事他想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了而且他觉得说前一天他可能黑了就好，或许是觉得说可能有些人就是说
到了最后，虽然在这个人间的上头，但是依照我们菩萨有力，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时间到了就去报道。那后来他觉得说他对不起，忏悔，他觉得说以前的浅显的他就说很好，他觉得他现在忏悔，但是呢他说老师以前都有来看的，虽然有混的，有些那有混，伪光是有的有些是比较就是说在修的，那有求到的老师都有些时间会来看，那现在没有时间来看那后来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忏悔，那所以老师又移动了，老师马上又现在他眼前了那老师说你可以回天堂，但是他因为他是讲是在人间的那个有人听心理心法班的就或者是这样子做印证，为什么这样子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就是说他要候选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候选也答应然后所以说候选常会这样子讲各位姐妹们真的很奇怪。所以他们有讲之后提出发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提供有可能那个亲有得了为3个年纪是越南打相反天龙你天没当地干嘛没当的比地有混，那现在都说很多人这一些有混，那将来呢何去何从？当然我们希望说有一天我们当有混，但是后面待会要提出问题，那请有讲师您做解答。好。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以前或许在后天庙有10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有接触到这一些问题那研究信息来以后对这个呢就更深入透彻的了解。那在之前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发生那个分尸命案，各位都有听过嘛屏东中正坊那个第一个呢台湾发生的分尸命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江子翠台北的那个江子翠第二个分尸命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警备总部还在。那么有就是因为算台湾第一个分尸命案比较重视，舆论呢都逼着一定要破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警备总部他们承办这一件事。那么我们了解说以往这个也是要我们说不要这个迷信然后要相信这个真理。可是因为这个承办这个案件的一个那一个头办案的他呢承受很大的压力，他就找到就是这些有跟第三度空间接触的这一些这个乩童呢这个接触，然后呢要我们去这个问那个被杀害的人说是被谁杀害。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看那个报纸的报道跟那个现实的状况竟然会搭不上调，不会合这个政府跟我们讲的跟政府在做的竟然是不一样然后第一个还好一点，为什么？找到人了，在地狱找到那个钟正芳，当时的钟正芳他就穿那个白衣白裙，然后我们因为在后天庙这个服务知道说白衣白裙一穿了以后就要当仙女，我们就问说你是被人家分尸嘞多的一块一块，怎么可以当仙女
他说他也不知道了，不要问了哦，这个地藏果还是问阎罗王才会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问了，因为这当年那个乩童比较各个人间跟这个阴间沟通，然后呢他就讲，他说这个钟正方他前世就是杀害这一个凶手。那前世的时候他当这个修者，修道就已经呢不在五行之中了，所以那个凶手就找不到他。那这一生呢，他又是高中念高中的那个课程，还没有成长。假如再晚一点的话，可能又走入修道的道路了，那又不在五行之中，凶手又不会碰到他了。然后他就讲，他说因为他的行为就是他连死都不愿意被侮辱，就是那一个凶手要强暴他，他就是连死不从，绝对不被他这个强暴了。所以那个时候侯姐就想说这样就可以当仙女就是守贞洁，贞洁他守住了，就可以当仙女。可是他被害死了以后，还是先到地府去报道，然后才带到这一个7天去当仙女。这个事情就这样。然后我们说，可是凡尘都说你很可怜呢，年纪轻轻的被人家剁得一块一块到底是谁杀你的我们就是要知道凶手然后他讲那个原因然后我们就讲说可不可以出去就讲他的名字他说不行因为那样叫泄露天机不可以。可是可以说透特征，说他那个特征就我们来就跟那个专案小组的那个召集人那个警备总部的一个同他讲，说他的那个凶手就是狮子鼻狮子的鼻子我们这个领相片不是要缴3张吗？领那个身份证要3张相片，有没有？我们1张贴在我们身份证，有没有？那另外2张它有集中，所以那个公式真的很大。我们一讲那个特征以后他把全省所有人的相片全部拿出来找狮子鼻的，看看有多少人是死以狮子鼻子找到以后一个一个核对身份那个时候我们到地府去是3月那个农历3月，然后一直他们找到年尾10月就找到凶手。厉不厉害？很厉害因为他犯案的时候戴假发，就是那个跟他本来形象不一样戴假发。他以前没有监视器，有监视器就容易找，他以前没有所以找很久，找到10月的时候才破案。结果我们都会笑话既然有一个那个样子把它剁成一块一块，就有第2个就是江子翠。那江子翠的是那个姐夫想要小姨子，小姨子长漂亮又有钱他要人也要钱，可是小姨子不愿意他也一样，他把他杀害。他杀害了以后那个警备总部已经知道我们可以去找到那个死者，问谁害死你的，又找到我们找了。结果到第5期的时候找不到人，找不到那个死者
那就去问那个地藏古佛说，这个人都已经被害死了，怎么没有到地狱来啊？他说他是不甘愿，他要生擒活捉那个凶手。我说死掉啊，可以不来吗？他说可以。各位姐姐，晚上不要出门。为什么？因为很多死掉以后都没有地狱啊。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啊？就是有原因在啊。可是那个地藏古他有讲，他说他已经死掉了，是阴体呀。那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仙佛是纯阳啊。那个他死掉以后，他假如说不去地狱报道，他要忍受像这个白天阳的时候阳的时间下雨，那一滴雨啊淋在他那个阴体上面，好像一支针啊，很痛啊，他要忍受那个痛，就是要抓那个那个凶手。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破案就是抓到他的那个也算这个，因为很奇怪啊，就是在防空壕里面，现在都比较少见，以前很多防空。那么那个死者的旁边啊，就是一瓶米酒，为什么？就一瓶就一瓶米酒，就这样。就我们知道，就是被他的小姨子生擒活捉了，把他抓到那个地狱去了。那我们就是了解到，以往你修得很好啊，你可以腾云驾雾。那腾云驾雾遇到前面有冤屈啊，有人说了很大冤屈，你在天上飞啊，腾云驾雾啊，有冤屈的地方。你摔下来，为什么？就是要来解决那一个冤屈的，因为你能够天上飞，你就是有能力，你可以解决，所以你一定要来解决。解决了以后你再飞。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在凡人这个已经过往了、过世了，不到地狱去报道可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就告诫我们活在凡尘的人半阴半阳，晚上最好不要吃气，才不会被那个撞上了拉走了。所以这是附带的啦。那现在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一求道以后就是已经第五抽丁天榜挂号，那么这个都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正常的状态之下呢完成的这一些动作。然后我们正式的修持当然都是可以我们就可以回礼天。可是老师最近也一直给我们强调了，万拔得超然，有没有？就是10800年啦，然后往后呢，我们还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才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研究现心法，因为现心法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既然都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就不被现象所拘束。那我们就可以回归真的到我们那个谢谢你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世劫的记忆，有没有？老师那一首歌真的讲的最少的文字最多的道理，都里面呢把它讲出来，说我们的经过真的无始以来已经呢千万亿年了，不止一个缘会了，已经太多了。我们可以回去可以免掉完成的这一些苦难。
可以不用受苦啦。可是我们众生呢都不清醒，都不研究所以呢都会受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苦啊都是我们自种，然后自受，自己造的啦。假如说自己都不造因的话，没有苦让我们受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在生活之中不造因，就不受苦。那怎么样可以不造因呢？我们就是所有的生活细节一定都是要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就没有业，已经不起业。那我们又做万年放下因不生，念头没有，因为念头起心动念就是业。最重要的最难的就是这个啦，起心动念的就造了业。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有一章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有没有？一定又是还给我了。这个因为我住得太远，住在基隆，在下雨我们这边都好天气，所以各位会在下课之前赶快轻轻用海哇。所以我们就是给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归本位，都是活菩萨可以脱离凡尘的苦海，不用受苦的那我们在凡尘的苦可以说没完没了了只会越多不会越少。那要越少的话，要消失的话，一定要从真如进入一真法界真如那个呢佛性本体。你一进入了以后真的就是不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叫做自生，是不是自己产生？然后我们自己产生的不自生，然后呢他生，他生就是外面的因缘，外面因缘促成现在上看9亿嘞，动不动心？不动那个叫他生那我们不看那个凡尘事我们有得到那个上看9亿我们倒霉了所以不他生，然后不共，就是很多的因缘促成，刚好电影广告刚好又朋友打电话来，我们去看电影。好现在有空，这个叫共生还要不要？要所以我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个无因生就是我们胡思乱想。我们胡思乱想可以想得很宽广，对不对？那个就是无因生了，没有原因它生入了。所以这一些我们都消除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全部都无生。那无生我们就进入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当下就是阿罗汉，然后我们可以又进一层菩萨，又进一层佛。所以你要成佛，最起码的根本就是无生法忍。因为无生，然后就没有昧无生无昧是不是就回到本来？所以那个是最根本就是无生。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要起心动念，看我们要不要？我们是希望不要可是不知不觉就起了，那就生了，那个就自生，糟糕了，你自己生要不要轮回？就要了，就入轮回。
所以要记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了，简不简单？很简单哦，对不对？可以做啊，这个是很困难。要是说呢，要我挑那个100斤哦，我真的是投降。这个哦，这样来挑都挑不起来了。不要说单挑，单挑就是一边嘛我那个是平挑，也挑不起来。可是这个啊，不要起念头，这个是可以做到啊，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做到啊。要不要做就看我们决心了啊。你决定不要，那要起心动念，马上知觉，灵敏的那个真心啊，马上知觉，你要起心动念是不是可以遏制？停止了，不要有，就造业，不自生可达到，不他生也可以了，管他外面天塌下来，我都不管了，是不是万头放下？所以不他生，然后不共生，很多因缘凑合在一起，我不管，不去理他了，也不无因生，有空就坐着，当然很空闲的神仙，最好的，对不对？不要脑筋呢，拿一些有的没的来想，害了自己又很高兴。我们都这样啊，害了自己又很高兴，所以全部都不要了，不要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无生，无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了，所以要知道现在那个要解决也是要自己的愿力。我说好，那你现在当有粉，又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那众生现在遇到困难的很多了，你可以在默默无形之中呢，你帮助他，帮助他以后又把它不记在脑海，你广行善事，你累积那个善的因缘，你的有粉它就有力道。那么有粉的力道一强了以后，它要往后要回天它就有那一种自己可以这个上得去那假如说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当游魂这边有那边有，你再游个几生几世都不会变化，这样好不好？不好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既然都有求道了，而且有修了，只是方法不正确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受苦的阶段，说不定呢，要广行善事，累积善的因缘，善的因缘一充足了，我们那个佛性就有力道，有力道就可以回礼天最起码你先把万八逍遥先拿来，先抱住嘛，对不对？那往后的再努力都有机会了。那假如现在一落入三恶道以后糟糕了，那个三恶道，你看那个鸡鸭鹅他有智慧去辨别吗？没有了啦，他怎么苦他都不知道了啦，所以一定呢，假如我们也当有粉的话，一定要广结善缘，帮助众生，然后呢，又呢，能够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自己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竟然半个小时过去了，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而且再到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
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礼拜到哪边了？39页的后面。39页后面，好。好，最底下这一段吗？对。啊，对呀、这个阿难白佛言：是肉此见今呢，必我妙性啊！哦，今此妙性啊，现在呢啊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呢，复是何物啊？这个阿难呢，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表明他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说这个是真肉此见今呐，就是呢我们那个见性本体，见今必我妙性呐，必我就是一定，一定是我的那个佛性，不变之体呀，那个佛性。那么今此妙性呐，显现呐，在我的眼前，就是呢佛性呢已经显现呢，在眼前，然后呢见必我真，见性所呈现的一定是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我今身心呐，复是何物？他把那个佛性呢，跟呢眼前我们使用的身心呐，把它分开，因为身心呐时常都在用，然后呢见性呐，现在佛才把它指点出来，所以就变成了见性是一回事，然后呢身心呐又是另外一回事，要了解意思吗？我们呢要了解说阿难啊，它是视线比较低的程度，然后呢让我们能够身心去体会，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有用我们身体，然后呢用我们身体所生发出来的那个六个六根所产生，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那个六识，认为六识就是我们应该要注重的。那我们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我们对我们呢那个六识六根面对六尘产生六识也都是非常的重视，都认为它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修道也都是拿这个六识来修所以呢现在阿难听到呢佛这样阐释十方显现呢一直到第7分那个地方呢显见无碍都让我们了解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可以脱根脱尘离身呢离界很奥妙，对不对？各位有没有了解一点意思了？我们的那个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从开头就这个点名说我们要用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有没有？有。那佛一直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呈现，就是让我们彻底的了解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都一直在讲那我们从开头一直到现在也都是要我们了解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它没有形象，所以佛就借着各种比喻把它呢讲出来所以开头就用
阿难来讲，说我们的那个心性啊，它在什么地方所在？那阿难回答呢，第一个就是在身内啦。那我所有凡尘的众生都是认为我们的心啊就在身内。那佛就讲，因为心有灵知的作用，很灵敏，很知觉性。那假如说我们的心啊是在身内的话，一定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可以看到啊我们指甲跟头发的生长。结果我们看不到，所以佛就讲，心有灵知的作用，你既然都看不到，那表示它在身内。那阿难呢被佛这么一讲了以后，他就转另外有6个地方了，这6个地方也都不是啊我们心的所在。他说一一都被这个佛给他呢破除掉。所以最后呢就讲到大乘佛法里面，这个佛时常呢跟菩萨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那佛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它是无所不在。什么地方啊，都是我们的真心。只要我们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真心所在。所以我们开始研究心理心法，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观点，跟大家提示，说我们只要万缘放下，一念都不生，然后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就已经呈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讲2年多了，也都呢讲这个内容，就是没有形象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那相信各位都能够体会到那个佛性本体的整个轮廓，有没有啊？都能够了解到，说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很灵敏，很奥妙，它的功作用非常的多，大用无限。可是因为我们落入凡尘，被现象拘束，所以大用无限还呈现不出来。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见到什么知道什么，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因为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地方呢，阿难示现，就是我们众生的毛病所在，非常注重现象，所以呢，现前的身心有分别完成所有形象跟事情功能，都已经在用了。那佛在讲出来的无形无相的佛性本体既然一定是我的话，那怎么样呢？使我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是不是？问很纲要，有没有？就是要佛把它呢切实的指点出来。那各位浅显，我们佛性本体可不可以切实的指点出来？可不可以？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因为它没有形象，我们要呢切实直陈。就像我们这个凡尘所有这一些科学家，那就是有实际的那个现象他才要相信。我们佛性就是没有现象，没有你要找到现象那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对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认识就比较切切。然后我们呢了解说，这一个虽然呢没有办法把它指成，可是我们就切实的可以去感受到，切实可以掌握到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切实可以，而且很亲切，
很实在，绝对不是用想象的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而难他悟的意思是要我们能够分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用的心性跟呢，不是不昧佛性本体的心性到底有没有一样？那差别在哪里？各位同学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不可以？好像还很陌生的样子，那表示说我们不够用心了，不然已经2年多了，对。可能有的还没有听到2年多了，可是假如说开始就研究的话，到现在都将近2年半。我们9月26号了，那到9月26号就3年了。咱准备多久要出师？准备有多久的时间呢？才要真的透彻了解？这个就看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那在这个北部呢，最近有讲那个淮海禅师谈那个这个顿悟的那个法门。那我们也做那个那个 MP3 还有这个 CD 是还没烧了。那么要征求我们这边浅显。是要听 MP3 就好了，还是要听CD？因为我们有汽车车子里面的音响大部分都 CD 所以我们假如说数量多的话，我们就烧出来因为那个淮海禅师跟那个普愿以及智藏他们3个同时拜那个基主马祖马道一为老师，他们的修持方法就把它讲出来。他或许看出这个对我们帮助也很大是那个顿悟的法门，就是由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中间呢没有用渐修的方法。那我们了解说现在我们渐修的话大概呢都来不及渐修有55个位阶那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55个位阶已经走到的话，要经过好几生好几世它要实进、实住、实行、实回向就40个位阶，然后再加4加行在实地就54到妙觉55。各位先生走到第几阶了？度人的话大概都是在第30到第40之间然后我们努力的在这个讲经说法度化众生那个已经就进入到那个实地都是菩萨的位阶。那到第8地不动地就不会退转还没有到第8地之前遇到很大的挫折还会退心就是不想修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修道非常的这个重要能够修才能够脱离苦海没有修的话都是在这个6道轮回里面。那我们知道6道轮回都是受苦受苦无限都是在苦之中。那能够修道我们现在站到上天台普度已经都得到有成佛的资格。那要不要成佛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决定要成佛就努力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说只要认识佛性的轮廓，当我们的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时候放不下的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那个已经轮廓出来
就已经可以了解到，成佛就是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这个。那我们要再深入，身心大悲心，那就还要把这一些了了分明的也要放下，放下深入，到达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本体之中，要一段时间呐。那假如说已经都认识了佛性本体，认识了，那我们最好就能够做耳根圆通，使我们佛性跟整个宇宙虚空合为一体。那到达那个时候所有的空间都是佛性，所有的整个宇宙都是我们妙有，真空妙有，那个是最理想，已经可以回到我们本位。所以那个怀禅师所讲顿入法门就是从凡夫直接到达佛地，这个修持很殊胜的。可是就是一定要有结定的心来修，然后还要跟众生结善缘，才不会遇到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这个北部有把那个内容讲解。那在这边我们就只有讲经文了，所以没有预备要讲，可是可以把北部所讲的把它收录记下来。愿不愿意听啊？那我们大概这个MP3这个礼拜就可以寄到。那 CD 我们多一个礼拜，就是让北部的前人来烧。我们大概要多少？举下手看看，需要 CD 的。然后我们烧个因为蛮多堂都有收了，所以烧下来也有几倍。我们把它烧成这个200份，够不够？我们烧200份下来 CD。MP3 我们就寄300份好，因为只有一片嘛。MP3 只有一片。它一片就可以很多的内容。像我们讲《楞严经》已经讲到第13次了，对不对？我们从第1到第11就烧成一片，所以你拿到一片就听11个礼拜所讲的。可以有拿到吗？还没。所以要这个下课要回去两边要看一看有很多资料都记下来，拢袂晓摕灯去听，摕灯看。那个旁边都很多资料。拿回去自己听自己看，也拿给亲朋好友看。希望把它推广，让大家都能够离苦海。那我们又回到这个经文本身来。这个阿难说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就是我们的身心在生活之中这个处理事情，那么比见无别，可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体它没有分别，就是没有分别的作用就是没有办法到达像我们身体的那个了了分明所以阿难就讲说比见无别分辨我身没有办法来像我们生活上应用的那么自如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落实我心这个应我精见。假如说不生不灭的佛性体是真的我真心的话，那么就请佛把它呈现出来，让我现在能够看到见性使我而身为我
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实在我，实相的我。然后这个身体啊，它不是我，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不是我。那么何须如来坚守那年，悟能见我啊，回垂大慈，开花呢为悟。所以讲说见性是我，但是我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这样的话，跟之前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物能够见我，东西啊能够看到我，这样呢就世间啊不得安逸。所有东西都有佛性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有佛性本体，这样不合理。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东西啊都有佛性本体的话，我们比如讲我们现在所坐的椅子啊，假如说有佛性本体，那椅子啊它有没有意见说你不能动？有没有？会这样吗？不会啦所以佛性呢了解是我们人特殊有的物里面啊没有没有那个自性在所以这边阿难他就说我的身心啊很好用，可是那个见性啊那个佛性本体我都没用嘞，没用那我应该可以用的才算我那不可以用就不算了这个是把我们凡人啊所担忧的把它呢提出来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发问，那么佛要呢这个当机啊认见为心这个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当机呢就是阿难认识呢我们的见性啊就是心。那么都以发明啊将我们的见性呢超然独立跟身体啊跟外面的环境啊都无干，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跟我们的身体跟外面的环境啊都没有关系。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怎么样处理啊都不关紧要。那我们凡人没有启发不生不灭佛性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的身体呢被业力啊推到现象去现象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所有的凡人一口气不来，他就没有路啊可以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业力啊那个时候就把它推，看他是行善呢还是作恶行善有那个王爷马祖七天神仙可以当，那为恶化呢就要到三恶道去被业力推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我们造的业很关紧要。那我们直接修道，就是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都修得让它超然独立，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日用的六识心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归空的一口气不来的我们整个各位浅显，我们整个那个真心到哪里去很正确就是到理天啦我们知道我们一口气不来了就到理天就到真理之天整个宇宙虚空都是真理，所以我们就融入这个宇宙虚空就没有说局限呢在哪一个地方所办，这样了解吗？殊不殊胜？很殊胜所以就不用执着了人要给你带要给你修用埋葬的用烧的都无关紧要了
都是天地的物质随冲突，让它归还给天地，跟呢没有修持的那个差别啊很大。没有修道，没有了解心理心法，那就要被业力推，现象身体就很重要。那我们已经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把佛性呢已经修了，让它超然独立，跟身体没有关系，跟外境啊没有关系，是不是很超然独立？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做到呢超然独立，不住在身体的形象，不住在呢所有这个环境的形象，所有遇到的事情我们都不住，整个很逍遥自在，这个已经呢这个归还我们本位了，就是都成佛了，成道了，成如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研究这个对我们非常作用大。他说一定呢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实际的做，做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很容易做，对不对？这个没有回答是怎么一回事？是不好做吗？所以这边这个佛就讲说呢都以花明，都是发现明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超然独立，跟身体跟外境都无干，就是没有关系那么阿难呢，遂从分别心中变现一种朝朝灵灵光景，湛然圆满目前这个就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实现呢？就是我们凡人很多都这样所以他就一个出国的那个位阶然后呢视线跟凡人一样然后我们要感谢阿难他那个慈悲的心就是要带领众生呢都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阿难的那一种湛然圆满目前唤作见性是以身心判而为二，就是跟我们日用之间的身呢就是两回事。那么前面呢怀疑见性与万物混杂，那么地方第八个显现部分这个怀疑见性与身心个体就是分开的故白佛言世尊，若此现现在我眼前，周遍万物之见经，必定是我的妙经明现，就是妙经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今此妙性呈现在我的眼前，则业是离我身矣，应该就是离开我的身体。那既然是我妙性，其有还在身外也？离开身体就变成在身外。那么满前是见就是圆满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个见性必定是我的真性，则我现在的身心究竟复是何物？它是什么东西？而今身心非常好用就是用得很习惯我们出生几年就用了几年很好用，能够实在分别万物跟万事，有实际之用，而呈现我眼前的所谓这个见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分别功能
来分辨啊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上不能够分辨哦，何况能够呢分辨万物也？哦，这个是阿难的怀疑，就是把我们众生啊会想到的哦，他先说出来。所以底下呢就有解说，阿难呢把凡人的那一种情见彻底的发挥。之所以执着这么深不是没有原因像我们年轻的男女这个谈恋爱，爱的呢你死我活，就是呢这种事件，就是这一种情形。那么佛在这方面多所这个发挥，这个就是一心，攀岩的心这个呢是事心，认识的心，是生灭心是变化无常的，是攀岩的，就像呢这个青年男女恋爱之中那一种甜蜜，深深呢爱着了不肯放舍。那么阿难呢慈悲示现，凡人这个这么细腻内心深层执着原因呈现出来，要我们呢沉思是否跟阿难所讲的一样。若认同的话要怎么样来解决？就请佛加以发明，说出详细的解决方法。所以这个阿难慈悲呢，能够把这个问题把它点出来，然后佛就回答说阿难，佛告呢阿难，佛经里面安这2个字表示很慎重，底下的经文很重要。如今所言见在吾前，是义非实。这个佛向阿难讲说，你所说的那个见性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现在你的眼前你这样说是义非实，义就是道理这个道理不是实在，就是你说的不对跟实际不一样。若实如前假如说真的显现在你的眼前，如实见者，你实在见到，则此见经既有方熟，非无知。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既有地方所在那就可以我们用手把它点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已经有地方所在是不是局限在一个小角落？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尽悉口遍法界，不局限在一个小的地方所在。了解意思吗？可是各位贤贤，也所有小的地方所在全部都有佛性本体，了解吗？不即不离不住在这个小地方，可是也不离开小地方，这样知道不？所以我们研究不容易了解，不容易透彻就是在这里它呢不是像我们凡尘两边那么明显，凡尘都是两边，对不对？不是白天黑夜都是呢这个光明黑暗，两边非常明显。可是真理它是一个中道不是一两边，可是不离开两边。了解意思吗？这个要多听，然后呢我们多了解会我们会进入那一种很透彻了了分明的阶段好，我们会发挥佛性不生不灭本体的般若妙智慧。
所以般若妙智慧一发生以后，它就可以融化两边了。是非啊变一体的，就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啊，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我们都解脱了。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啊，两边啊很鲜明的对比，不是善就是恶，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跟人相处啊，不是跟你好就是不好。有没有中道的？怎么都这样讲？没有啊，应该有有中道的我们只是没有研究没有显现而已。且今以汝坐取头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现在我跟你坐在呢这个取头领，然后遍观领取，给予殿堂跟你遍就是呢周遍来观察这个领取那个势力手拿跟呢那个沟取，给予殿堂以及看到这个殿堂就是那个讲堂讲经说法的地方，以及那个四天王所住的宫殿那个殿堂。那么上是日夜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跟月亮。那么前对恒河这个在这个讲堂的对面有恒河。那么基于我狮子座前现在呢，你在我这个狮子座的前面举手指成是种相，你可以用手呢把它指点出来所有的这个种种形象阴则是林，明则是露这个阴则就是树林那个光明就是太阳，爱则是壁，妨碍我们看不出去就是墙壁，通则是空，能够呢看得出去就是有空间。如是乃至草是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就是很小的一枝草一棵树那个纤毫非常微细的那个生物，大小虽然不一样但呢可有形，只要它落入形象，我们都可以把它指点出来所以无不指着。若必有见现在汝前，假如说这一些东西里面有你不生不灭的那个见，有佛性本体显现在你的眼前，汝应以手切实指成。你现在用手把它呢指点出来给我看看哪一个是你的见性何则是见哪一个是你的见性所以底下跟阿难讲说，阿难当知若空是见。假如说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见性，那么既然已经成见了，何则是空？那什么东西是空？若物是见。假如说东西是我们的见性，既是见，既然物已经变成见性，那何则为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如可微细波这个波披波万象，悉是精明。你可以很微细的把它呢这个拨开披波呢就是拨开这个万象，然后呢悉是分析出来的精明这个精呢就是不变之体，明是随缘之用，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以及佛性的功能作用精妙见远那个清净奥妙，我们的见性的本来，你可以把它呢指点出来让我看看指成是我，让我能够看到。
同比诸啊，分明无惑，跟那个所有万物啊，呈现那样子的，都能够了分明，没有迷惑，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都能够指点出来。那么前面二呢，执着身心啊个体，故有见性啊，这个呈现啊，在眼前的怀疑。那么佛不即说身心呢无有二体以解释啊，没有这样马上解释，而独说呢万法一体啊以破之，这个万法一体，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上个礼拜啊，那个见性无碍啊，我们都一直在这个跟各位说。这个山河大地啊，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往啊，可能都没有研究啦，他会说山河大地啊，就是外物，怎么会是我佛呢？所以佛就详细说明，这个怎么样啊，生花山河大地，因为有山河大地啊，才有我们这个众生。因为有众生啊，才有业果，所以啊，这个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啊，就呈现，是由我们呐，一念无明生上系而来，所以就是从妄想跟灯木花老相结合来呈现啊，山河大地，有山河大地啊，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这个就一直啊绵延不断，所以才讲境界为言长六出，还记得吗？由第一个志向就是分别墙壁是墙壁，空是空，那个志向。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相，一直延续下来。我们要了解这个万物啊，它都是这个生灭。生灭，可是我们一看起来啊，它是连着，那叫相续的形象，相续相。然后呢，第三个啊，就执取相，执着跟取舍，执取相。然后再接下来第四个啊，就是记名字相，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记名字。然后第五个啊，就叫取业相。我们已经起业，为什么起业？迷惑，因为迷惑我们才起业。然后既然造了业啊，就业系不相。第六个，所以境界为言就长六出。那我们了解说，一念无生三系都没有形象了。到境界为言长六出啊，形象才有。那为什么形？就是我们的妄想，然后跟那个灯木花老两个啊相结合所以世界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不真所以每一次释迦牟尼佛在讲世界的时候他底下一定接着讲微尘。没有世界啦，所有只有微尘，微尘凝聚就变成大地，大地呢世界形成，然后大地粉碎就变微尘，所以我们了解世界不实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六欲天的最高叫摩悉首罗天，摩悉首罗天呢就是魔王在住就是波旬。所以他住的就是我们欲界的六欲天最高的天，所以我们很快就落入那个魔王的那个怀抱之中。各位有没有着魔过没有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热衷于哪个方向，那个就着魔的现象了。比如说很喜欢喝酒，比如说
很喜欢做某件事，那个都叫着魔。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上网，有没有着魔啊？不用睡觉虽然有的也会啦去睡觉疲倦了嘛，可是很容易让人着迷。那我们着迷那个都是魔在发挥功能作用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落入那个魔网的那个算计之中。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做大众运输大家都手提一小部的那个叫什么手机还是电脑，在那么左转右转，然后上转下转，有没有？这个你坐在旁边看都看得眼花缭乱，因为它一转，那个画面就变化了，一转就变化。因为或许这个老花眼看那个又太小了，看不知道他在转什么。可是从一上车到下车，他就没有离开了，着不着魔？我们是不是整个头脑被他控制的？是我们在控制他，还是他控制我们啊？我们是不是颠倒过来？都被他控制了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当你要上网的时候你就要拟定说我要找什么资料，找到就赶快退出来，不然被他迷住了等到你想下网的时候怎么已经天亮了？不是刚几乎晚上而已嘛。那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所以我们了解很容易着魔，因为魔就在六一天的最高。各位以前六一天都还记得吗？又忘了啦。这个4天王天在西密山的半腰，饕一天33天在西密山的3点，这两个是依地而住啦。那再上去夜摩天就依空而住了。再上去呢，我们老子是还没有长天盘的时候就是多衰天。然后第6个呢，就是热变化天。第6个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就始于他化自在天的管辖。所以也算是那个异界的最高的。那我完成50年，4天完天1天1夜我完成100年忉利天1天1夜，然后完成200年夜摩天1天1夜，完成400年多爱天1天1夜，800年热变化天1天1夜，然后我们完成1600年他化自在天1天1夜，所以我们这个假如说一归空了，有福报到他化自在天去那边享福。你去个2天才回来跟你的亲友报告说我已经去他化自在天。你一回来已经经过1600年怎么都没有一个认识了，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都归空了啦。所以各位可以修到那个地方去看看，看个2天再回来嘛就1600年过去了。所以我们那个到的时候不是有18000超然嘛，才可以去几天没有几天18000就够了，那个超然就没了就要落入又是这个因果6道轮回，是一直提醒我们有没有？就是要赶快研究心理心法，超出现象之外。拿到了或者有看，那边还有缩小型的墨宝，
后面啊，老师就有点到的时候啊，万报得超了，有没有看到啊？也拿回去给那个亲朋好友，让他们也看一看，所有这个殊胜的信息呀，让你们也知道，也能够修，也能够呢，脱离苦海，很重要，要好心一点，对，不要这个吝啬，自己好了就好，当阿罗汉，我们要当菩萨，当菩萨呢，大菩萨。所以，佛就讲万法一体，就是凡尘的所有三德大地，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全部啊都是一体。我们那个老师所写的那个谢谢你呀，不是也明白的讲吗？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所以那一首歌啊，就是老师把最多的道理，用最少的文字啊，把它讲出来，会开始啊，深信啊，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啊。好，我说哪有办法？一生一世都没办法。我们前一生做什么知道吗？都不知道嘞。哪有办法到累劫累世啊？累劫就是缘会，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我们一生一世也不知道。老师是希望我们研究了，研究就会知道。所以啊，就接着要时时心存感激呀。要感激谁啊？感激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带领我们走这么长远的道路，让我们呢都能够有机缘，遇到太普都，有机缘呢听到上乘佛法，让我们有机缘回归到本位，所以很殊胜的，佛呢，讲万法一体来破这个所有的不正确观念。那么有深层的含义，意义啊，识破，就是我们的观念不正确把它打破。见性如果呈现眼前，应同万物之分明而止。那么基于万象之中净无是见，没有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见性在。那么非见是可止，是见非见两个角度全部都讲出来，则是非双绝，了无前见，前面的形象全部都没有，了无没有了。见性万物自成一体，见跟万物已经混合成一体。那么以此力来观察关照，虽言之万物以见呢丧失一体，而自亲的身心以见性起互为二也，就是一样也是一体。那么另一层的意思这个坚持二执就是把我们两个执着这个除掉。我们在凡尘最重要就是这两个我执跟法执。因为我们执着身体就是我执很坚强，要破除我执很不容易那我们要从根源知道我们认为的我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的不是我这样我执就可以清除了。然后法就是要我们成就这个法殊胜佛法，要我们呢成佛。那我们就从开头就呢已经进入无法可修。那无法可修就无法可执，我执法执两个去掉就成就了
就成道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是不是最殊胜的修持方法？比我们修那个55个位阶来得容易对不对？55个位阶我们修了有成就，一定很高兴，就住在成就的那个境里面，他就出不来了然后呢就会想起心动念，想什么？想赚钱呐。为什么？我这个方法很好用，赶快来教人，一教就要收钱。那我们很多众生就去学了，对不对？我们花钱，然后又学到法执因为有法执就有我相在里面，我执也出来的这个花钱花来真冤枉，冤不冤枉？花钱然后结到固执，我们不花钱还不会是不是这样？我们越花钱越固执，所以花越多的钱去学到越多的法门，我们固执就越深。你想要改变它甭想。那么身心是我执之清一，万物呢是法执是显见所以我们了解身心就是我执，我们依什么？就是依我们的身心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万就是法执的显见，显现的景象那个呢就是法有法呢就有那个执着。那么阿难呢执恐认见必疑身心，则我执正自自然这个恐怕认那个见性会把那个心遗失掉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执正在很炽烈的那个点燃很强烈的，而法执呢上有微影没有呈现又更深的一层。若但说见性身心是一体不分，必将呢更指见性身心合为我体，而以万物为他体这样呢这个就越不容易打破这个观念，非为法执不能揭破，而二执亦增上，这个两个我执法执越增加向上越多，故佛总对万法悉显其无自无没有自己没有外物，没有万象。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回答那个有粉嘛？那很重要的我们就是不住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无生。然后我们进入无生法忍，就是阿罗汉。然后呢，根基阿罗汉以后，可以又往上必知佛，往上呢菩萨，往上呢到妙觉成佛成道，都离不开呢那个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内容呢，就是或者所讲的不住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它就已经是无生的然后我们掌握无生，它就进入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是把真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了，很容易做，对不对？对不住身就是不起心动念不他身呢不会因为外面的因缘让我们生出念头。然后不共生就是很多的那个因凑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又让念头来了，然后不无因生了，就是不胡思乱想，是不是都在自己的心上做功夫？都很容易做，对不对？可见各位都还不愿意做了，就麻烦呢，不麻烦？我们都在想啊，这脑袋瓜出来让它不产生念头，太可惜了吧？要用啊，要不要用？要用啊，要研究真理，要用，对不对？要透彻知道，要用，就是要正思维，要用，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起心动念，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啊，都是凡尘事啊，凡尘的事让我们起心动念，我们很少说起心动念啊，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少那样，所以才会造了很多业，受了很多苦，然后烦恼一大堆，是不是这样？很现实好，我们又不想避开，变成好像养育孩子啊，美丽的负担。有没有？孩子很可爱啊，对不对？可不可爱？这个养孩子的话，是不是感到很安慰？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心动念要留着，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断绝了，对不对？要成活晚一点啊，孩子还没长大要知道时间都不等人，很快一转眼，还有办法再来一次吗？比如说现在50岁，再来一次就100岁了。现在40的话，再来一次也80了。还有没有还那么长的时间？真的是能保证像那个时候各位都看到后学，是不是一下子就瘦了很多？对不对？那个时候只要一口气不来都不在了50天又来了。佛呢显现那个无自无他，就是没有两边，则二执当然那个我执跟法执全部都没有如灸病者须得其穴那个灸针灸灸病呢，就是要得到那个正确的穴道。那么阿难种种谬执维持见性在前是其谬本那个谬就是错误了错误的根本，故佛所夺引见在汝前是一回事，不符合真理。那么阿难他又讲话了我今以此这个中阁讲堂，演技恒河，上观日夜稽首所指这个众目所观指皆呢这个观指皆物无是见者而让他回答那个佛所讲的，所以我现在在讲堂里面然后呢看到恒河那上面呢看到太阳月亮，能够呢用手挤出来的挤手手指这个手能够
指点出来的，众目所观，眼睛啊所能够看到的，全部呢都是物了，没有我的那个见性在里面。是真如佛所说呢，况我有漏出血，按照佛所讲的，那何况我的程度不高，还有这个烦恼，才呢这个初学者声闻而已，乃至菩萨亦不能以万物向前，播出呢经见，乃至这个菩萨也不能在万物的形象眼前，把它分析解剖出来，我们的那个境界，就是见性，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就是离开物后，还有它的本性在。那么佛就给予认可啦，佛言如是如是，说对你讲的完全都正确了，这样的意思吗？这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做学问的时候不能含混物是物，见是见，它底下在讲的我们等一下就会了解到说，不即不离，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即，就是不住，然后到底下就是不离，我们先呢把它点出来。说呢，我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在我们日常应用之中是不即不离，记得吗？不即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没有离开佛性，不即不离，了解吗？所以这个佛经不容易了解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很一个角度一个方向。微想披波万象，悉知精明精妙见圆，而那以此已能播出其见离物皆不能做到，就是能够呢了解到那个物是物，里面没有见性。那以此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不在文字前面，没有文字的地方，就是我们修道者所要追求的。所以佛答如是如是，所以这边那个不能做到的地方所在不在文字前面，无伫文字内底。所以没有文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修道者所要追求。那么佛言这个义正从言如是是阿难所答，即物无施见可指，离物亦无施见可指，两者皆是，故言呢如是如是。知道了离物跟即物两个都不是正确的。那么量以见性量夸十方周万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它的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包括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然后体周，它的体周遍圆满万法，它的体呢周遍万法。那么其余万法呢，非即非离，非即就是不住了，非离就是没有离开一样有。那么为其非即，故能呢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就是脱离我们六根呢跟六尘身界，我们的身体跟这个18界无干，跟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生死不系，这个死它都绑不住了，绑不住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真不达思议，
众生呢不了解到这个义理，这混淆真妄，这个把真跟妄啊，把它混合在一起，沉溺啊轮回，就沉溺在轮回之中。那么为其非理，故能呢成煞普龙，非理就是呢也在所有的万物之中。所以能够凡人跟佛刹能够普融，普遍的融合在一起，万物一体，用密法界，用的话呢，密满整个法界，色心不二，色形象跟我们的心没有形象，它不二，是一的。众生不达思义，众生呢不了解这一种义理，则成空自己，就成假，在那个完空里面，然后呢阻塞呀，在那个己，所以己啊就是我们佛心的变之体，然后终止化成，在那个化成呢，它就停止了，不再呢前进了，不再修持了，不再利益众生了，那个叫终止化成。变化的层次。那么如来自只见之心以来，都从不及地分真虚妄，把那个真的分析，妄的呢也让我们了解，与抉择，离尘独立。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离尘独立。这个离尘独立的那个体呈现出来，那么现从不离之意发挥，泯妄和人，泯灭所有的妄，让它复合我们的真性，和不及之角度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不即不离，是它的真理所在。那么佛不告阿难，如所言无有见经离界物别有自性。这个时候佛要跟阿难讲，好像你所讲的没有那个见性本体，那个见经离界物还有那个自性，则如所指事物之中无是见者，就是你在讲的里面，你所用指点出来的里面，事物之中没有我们的见性。那么今复告汝，现在要跟你讲，如以如来坐起头林，更观的林苑，乃至日夜总相殊。现在呢，我跟你这个坐在起头林。然后我们来观林苑，就是那个讲堂的前面有那个士林，然后有那个花园，乃至日夜太阳月亮种种相殊种种不一样的那个形象。那么必无见经受汝所指，没有那个见性本体，受你指点。如又发明之物中何者非见？所以佛要阿难说，你现在要发现明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之物的这个里面，那么它何者非见？何者没有你见性？所以前面一直就是否定，后面都一直肯定。这样了解吗？很难体会头直直讲唔对，后边直直讲对啦。你要相信对要相信唔对。两个都相信啦，就正确的。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相，不离就是也一样在形象之中，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只要说能够了解说原来是非是一体，这样的话就进入中道。
进入中道就可以到清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是自在两边我们说善，我们说恶都不对因为善恶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才呈现你还没有处理在原始状态，那个叫中道。在原始状态，所有善恶都在里面，它呈现以后才有善恶，对不对？那我们还没有呈现善恶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们能够抓住，那个叫中道，叫做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了？所以就是要用心我们用心自然就会进入。所以佛恐当机就是阿难，恐怕阿难只知见性离一切相，不知见性即一切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见性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离开一切相，而且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即一切法，就是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我们之前都一再讲的，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它归纳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两边都不住离一切相就是这个不即即一切法就是不离，不即不离，会记得吗？记得。不要就想说我又住在基隆园，等一下又让我带回去所以佛就讲，如所言，无有见经一切相别有自性则如手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复报云接着又跟他讲，即是完全无有是见如在相万象之中仔细的发明，此次之中何者非汝见也哪一个不是你的见性？所以全部都是啦那么阿难言阿难就回答，我实遍见，我实在的不骗的看见，此起头领不知是中何者非见我实在看见我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在这个此起头领之中不知道哪一个没有我的见性，就是所有形象都有我的见性。何以故？肉是非见，假如说树没有我的见性，那么云何见树？为什么可以看到树？肉是见，假如说是就是已经我的见性，那么复云何树？那树又变成什么？所以就告诉我们不即不离一再这个反复的说明。那么如是乃至肉空复见，因何见空？肉空即见，复因何空？上面意思完全都一样的所以不即不离不住形象，但是也不离开形象。那么我又思维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就是在万象之中很微细的来发现明了无非见，就所有的微细的形象里面也都有我的不生不灭的见性在里面。我又给印可，我也如是，对了完全都对了。那么当机直答我使遍见一切万象不知万象之中何非我之见所以这个都这个很讲得很这个肯定若是非见云何能见于树？若是即见则是既已成见复云何这个何者有名为是也所以这个意思都一再的把它阐明事里面
没有说住在我们的见性里面。可是呢，我们看到事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就是见性之道。所以不急不离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了解吗？唔当嫌轻啦，它不是很深，只要我们知道了，原来天地是一体，这样的话问题的解决了，全部问题的解决。如是呢，遍历万物这个指点出来，以至于虚空皆是如此。微细的花明即性囊见万物，无一物呢而非是见者。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看见，都了解。那么佛言如是如是，无一物呢而非见，斯言不谬，就是讲这个话没有错误。故从言呢如是以正之。那么于是大众呢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意呢忠实。这个时候大众就是还有很多那个带来的一些菩萨带来，地诸佛带来，然后呢阿罗汉带来那一些徒弟非无学，就是还有学的无学就是无法可以学，所以无学都是阿罗汉，程度很高的，不用再学。我们要不要学我们是有学的，在有的形象里面学习然后无学就是已经没有法可以学。那没有法可以学我们就是了解程度已经很高透彻呢了解真理，已经呢不用再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所以就没有法执，没有法执里面我都没有，所以也没有我执，所以他们成就最低都是阿罗汉，然后辟支佛，然后菩萨然后呢到成佛妙觉。那么一时黄树失其所守，这个很恐慌，很惊肃平常呢所这个心里面所守住的已经失掉了所有所住的都不对所以那个内心的失落就可想而知。无学无法可学，程度之高呢就可以想象。所有之法全部都知道非无学就是有学不是无学的呢就是还有的那个形象之中学习。那么在有的范围里面学，智力就有限故自茫然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义即无是无非这两义这个没有是非这两边的那个义理，两边的真理就是不知道。那么中则义之归去，实则义之由来，两皆不知啦这个义的归去归往去向然后实则义的由来怎么来，两个呢都不知道。那么义之始那个真理的开始，在下文呢如来答之中本是呢净言真心然后妄为色空即稳见根本就是我们清净圆满的真心那个义开始就是我们的根本，清净圆满的真心。然后我们不用真不用就用妄，那妄呢就变为形象色跟空间玩空基于稳见我们有所闻善见，这个就是妄
所以我们了解啊，不是说见了什么都对，见了反而是错了，然后本来清净圆满，那个才是真。那么义之手中啊，这个既曰妄为，即无是非之可指。既然讲妄为，就没有是非，可以指点出来。那么又此见啊，即言，言是菩提啊，妙净明体，即义之手中啊，义之手中就是菩提妙净明体。那一个开始啊，就是那个清净啊，圆满真心。所以啊，这个始终全部啊都回归到佛性本体回来。那么既是一体呀，安有是非之可言？一体呀就没有是非了，有是非就不是一体。那么正有不知，莫衷一是啊，不知道，所以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故呢，惊惶速记啊，失其所守。后是后非啊，无可把握，就是没有办法把握住。那么如来之起呀，分律啊，变则心生灵敏，安慰恶难呢，及持大众。这个时候如来知道呢，我们那个分律啊变得，心生啊灵敏，就是心里面产生众生啊实在很可怜。然后安慰恶难，以及大众不知道真理的这一些大众，知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无上法王啊，就是佛，无上就是最上，法王法中能够自由自在，就是佛，法王子啊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是真实语，讲出来的话不会骗人。都是呢真实的语言，如所如说，如其所亲证啊，讲真如的话，如说，不诳不妄，不诳骗众生，然后也不言，不讲那个虚妄不实在的话。那么非末伽里四种不实，搅乱论义，不是那个印度外道。那个末伽里啊，就是印度外道很有名的6个里面的一个，那四种不实啊，搅乱的论义，如地思维啊，无田哀慕，所以这个佛跟阿难以及大众讲说你要呢这个地思维，就是进入真谛的思维，这样呢就不这个缺少啊，你这么努力的这个追求。所以呢，我们这边这个把那个四种不实啊，稍微这个了解一下。亦变亦恒，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这个叫做四种不实。一种啊，亦变亦恒一种，亦生亦灭一种，亦有亦无一种，亦增亦减一种，这样四种四种不实。因为呢，我们这个道亲有问题要提问，所以我们留下半个小时，让各位先生发问。